我居然意外喝醉酒，和自己喜欢的白月光玩斗地主，事后还十分激动的以为自己是这世上最幸福的男人，殊不知是他为了不想下乡当知青，骗自己说发生了关系而已，而自己却信了一辈子，还为了他蹲了一辈子牢狱。看着眼前正准备拔萝卜的孙雨薇，周立伟咬紧牙关，心脏位置似有重锤敲得咚咚作响。伟哥，你怎么了？是哪里不舒服吗？周立伟深呼一口气，伸手拿起床边的衣服，在女人目瞪口呆之下，径直地离开了孙浩家。爸妈，我决定报名下乡，将工作让给小妹。哥，你说真的？可是什么？我听见孙雨薇跟人说你会将工作给她的。不会，我怎么可能将工作给一个外人？我是那样的人吗？三人都不说话，直直地看着周立伟，脸上的表情也同出一辙，那意思再明显不过。你马上要毕业了，没工作就要下乡，我要将工作让出来，肯定也是让给你。我一个大男人下乡也没什么，跟小妹不一样，从小也没吃过什么苦，更没干过什么农活，去下乡肯定很遭罪。家里有一个下乡当知青的，这样旁人也没可说的。咱们家的周副厂长在这个位子上也能做得更稳当。听完他这一番话，周国强和林淑芬内心都很激动，也很欣慰。儿子终究是长大了，成熟了，是个做哥哥的样子。周立伟这样的决定，对他们家里现在的情况来说，无疑是最好的决定。工作交接的事宜早不宜迟，周立伟让周红第二天跟学校请个假，一起去厂子里办手续。哥，要不还是我下乡去吧，大不了等2年，我到了18岁，再找个城里人嫁了，又可以回城了。不行，你乖乖的待在家里上班，就这样决定了。我下乡去当知青。可是没什么可是的，我是你哥，听我的就行。饭后，一家人难得坐在一起，温馨的聊着天时，孙浩一脸郁色的来了。立伟，出来，我找你有事。孙浩的语气不善，周国强和林淑芬还一脸担忧的看向周立伟。没事，我去就回。周立伟，看不出来啊，你 TM 就是个人面兽心的畜生。我那么信任你，中午留你在家里休息，你居然趁没其他人对雨薇做那种事情，你还是人吗？你让我怎么跟我二叔他们交代？周立伟挑眉，他算是听明白了，这孙雨薇是算计他不成，又来污蔑他。我对孙雨薇做了什么？我自己怎么不知道？你 TM 还不承认？雨薇现在还在我家哭呢，也就是我爸妈今天刚好不在家，回乡下看我爷奶。要是他们在家，知道你对雨薇做的事情，肯定不会饶过你。你一个流氓罪肯定逃不了。打住，别随便给人扣帽子，这么大个屎盆子扣下来，我可不敢接。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我没对孙雨薇做过什么。酒醒后，我就直接回了家。你放屁！周立伟，你个王八蛋，错了还不敢承认。你平时还口口声声说喜欢雨薇，现在人得到了就想不负责任是吧？告诉你，没门！跟你说不清楚，孙雨薇还在你家吧？我去跟他对峙。说着也不顾孙浩，迈着大长腿往孙浩家走去。孙浩愣了一下，这孙子还敢对峙？也好，当面将事情说清楚，还要在爸妈回来之前商量好对策，是让这混蛋娶了雨薇那丫头，还是另外做打算，都要有个说法才行。来到孙浩家，周立伟就看见靠坐在床上哭得梨花带雨的孙雨薇。伟哥，挺激烈的呀。雨薇，这是哪个畜生对你做了这事？你放心，告诉我和你堂哥，我们一定会给你讨个公道，到时我去废了那孙子的第3条腿。孙浩见他面对堂妹也毫不心虚，眉头皱成了一个川字。难道真不是这个家伙干的？他又看向自家堂妹，只见她一副深受打击的模样，看着周立伟满是失望。伟哥，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你当时喝醉了，对我做出那样的事，怎么转头就不认账了？我没脸见人了。孙浩一听这话，怒视着周立伟，恨不得上去给他2拳。好你个周立伟，到这个时候你还不承认，你 TM 还是不是个男人？叫你来不是让你推卸责任的，是让你解决事情的。周立伟拖过一旁的椅子，一屁股坐了上去，翘起了2郎腿。说吧，要我怎么解决？你 TM 这还用问吗？都发生这事了，你还不想着负责？周立伟也不理会孙浩，而是直勾勾地盯着孙雨薇。孙雨薇，你说你也要我为此事负责吗？不知为什么，孙雨薇看着周立伟的眼神，感觉很有压迫感，心虚地低下头。伟哥，你要是不对我负责，我就真的没办法活下去了。凭什么？什么凭什么？凭什么不是我做的还要我负责？我记得当时走的时候，你说我怎么弄的你，不要将我当成傻子，我没做过的事赖不到我头上。你今天跟谁在你堂哥的地盘乱搞，你就去找谁负责，不要将我当成冤大头。伟哥，你怎么能这么说我？明明是你对我做了龌龊事，你居然还这样说我，你怎么能这样？我怎么不能这样？孙雨薇，敢不敢去医院检查看看你有没有怀孕？孙雨薇的脑子瞬间被怀孕这2个字炸裂，她都有将近2个月没来月事了，会不会真的怀孕了？这个时候她不敢赌，要是真的怀孕了，那今天这谎言就不攻自破了。伟哥，你真要这么逼我吗？是我逼你吗？不是你在逼我，我没做过的事你还逼我承认，你和袁磊真是打了一手好算盘啊！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的算计，搞这一出无非是想要我的工作。告诉你，孙雨薇，别白费力气，我的工作就算不留给我妹，也不可能给你。孙雨薇瞪大了眼睛，不可思议地看着周立伟。他怎么可能知道我和袁磊的事？周立伟揭开了孙雨薇的真面目后，就没想多做停留，随后离开了孙家。你收拾一下，赶紧回家吧。
现在孙浩也是不想多看这个堂妹一眼，想到她跟男人在自己床上拔萝卜，就膈应的要死，瞥了一眼自己的床，也不知道自己换一张床会不会被老娘追着打。不换，这床还能睡吗？操，还真是难为死了。孙浩越想越烦躁，踢了床架子一脚，吓了孙雨薇一跳。孙浩没去理他，重重的呼出一口气，走了出去。孙浩找你啥事？怎么感觉他怒气冲冲的？没啥事，一点小误会，已经说开了。晚上，周立伟就回到自己房间，他没有马上休息，而是拿出纸笔，准备跟紧这个时代的步伐响应号召。半个小时不到，一封匿名举报信就写好了。翌日清晨，周立伟早早就起了床，穿上几封昨晚写好的举报信，骑着他爸的28大杠出了门，将几封举报信分别投入了革委会、公安局、街道办等几个地方的信箱。当然，棉纺2厂也是少不了的。回到家，周立伟将包子馒头放在了桌上。爸妈，小妹，赶紧过来吃早餐，我买了大肉包和馒头。你这败家玩意儿，咋买这么多肉包？一大早的谁吃这么好的？粮票哪里能遭得住你这么霍霍？今天有点嘴馋，明天就不买了。你还想天天吃大肉包子，美不死你！林淑芬去厨房熬了一锅玉米面糊糊，每人一碗。包子馒头也没吃完，每人分了半个肉包，外加一个馒头，剩下的在周立伟幽怨的眼神中，全都被林淑芬同志锁进了橱柜。中午再吃。周立伟没说什么，大口大口的，稀里呼噜的就吃了起来。爸妈，妹子，赶紧吃，吃完咱们就去厂里转让工作。一听这话，其他3人也加快了吃东西的速度。中午下班的时候，周立伟一到家，周红就拉着他的胳膊说道：“哥，出大事了！听说沈雨薇跟人搞破鞋，被抓起来了，被揪去医院检查，还真是怀孕了。我也听说了。”街道办亲自去逮的人送去医院的，还有棉纺2厂的那个袁磊也被抓起来了。早上我们棉纺3个厂子的干部正在开会的时候，2厂的袁厂长就被人匆匆叫走，好像就是为了他儿子的事，搞不好袁厂长这次也会受到牵连。周立伟没有吭声，他要的不是搞不好这种不确定的因素，而是要一定要让袁长江在这次事件中受到牵连。袁长江就是袁磊和孙雨薇的强有力的后盾。哥，你没事吧？我能有啥事？没事就好。孙雨薇的事，希望你能看得开，她不值得你难过。我知道，我不会难过，跟我无关。周国强和林淑芬也松了一口气，他们也担心儿子为了孙雨薇的事伤心。袁磊和孙家那丫头的事，也给了你们一个警醒，作风问题很严重，一定不能犯错，平时做其他事情也是一样，也要小心。周立伟和周红都齐齐点头，表示知道。这时孙浩怒气冲冲地冲进屋，也没跟周国强和林淑芬打招呼，指着周立伟就愤怒地质问：“是不是你，周立伟？是你写的举报信，对不对？”周立伟淡淡地瞥了孙浩一眼，不是，然后咬了一口肉包。真香。孙浩看到他这敷衍的态度，顿时气血上涌，上前一把就打掉了他手里的包子。周立伟，都这个时候，你居然还有心情吃？周立伟盯着地上被打掉的小半块肉包2秒，转身就给了孙浩的肚子一拳。操，老子才吃了2口你就给老子打掉，我包子招你惹你了？孙浩，我告诉你，别给脸不要脸，昨天你就污蔑我，今天又来质问别人之前请拿出证据来。他是怎么都不可能承认举报信的事，这要是承认了，让人怎么看他，怎么看他的家人？不是你是谁？就你知道雨薇的事情？说了不是我就不是我，我不知道还有谁知道这事，但你也不想想，既然我都知道了他们俩的事，那其他人知道也不稀奇。真不是你，真不是我。不管怎么说，孙雨薇是你堂妹，看在你的面子上，我也不会这么做。孙浩盯了他好一会儿，才无力地转身缓步离开，也不知道信没信这番说辞。2天后，周立伟的工作已经交接好，周红也直接进了厂子上班，学校也不用去上课了，等通知拿毕业证就行。袁磊和孙雨薇的事情也有了新的进展，革委会的人居然在袁家搜出了大量的钱财。袁长江直接吃了花生米，袁磊和袁母被下放到了一个偏远的农场，孙雨薇倒是逃过一劫，不过她的名声已经臭了，也没办法继续待在城里，只好回了乡下老家。眼看下乡的日子越来越临近，林淑芬同志也越来越唠叨：“现在天气还热，你带上夏天的衣服就行，被子也就一床薄被子就可以了，其他的厚衣服和厚被子等天冷了我们给你寄。给你准备了全国工业票，脸盆和保温瓶这些你去了那边再买。你把饭盒和水壶带上。解放鞋我给你买了2双，还给你做了1双布鞋，还买了1双胶靴。听说乡下下雨天就得穿这个鞋子，东北那边冬天冷，我托你表舅的关系，到时候给你弄一件军大衣寄给你。我给你的礼裤缝了一个口袋，你走的时候将钱票都放里面，路上就2天的时间，不用换裤子，也不要将钱票掏出来。这样的话，林淑芬同志几乎每天都要交代一番，周立伟也不嫌烦，儿行千里母担忧，这个道理他懂，加上上辈子对父母的亏欠，现在觉得听母亲这样唠叨也是一种幸福。1天1夜的火车，周立伟跟着一群知青终于是到了红星公社，站在红星公社的大楼门口，看
看着这熟悉又陌生的环境，周立伟提着柳条箱和京都皮革包的手又紧了紧。回到公社没多久，各个大队来接知青的人都陆续到了。青山村来的是大队长的大儿子云朝辉，也是那个在监狱里一直看望自己傻老太婆的大哥。云朝辉同志是吗？是，你怎么知道是我？旁边一起到青山大队插队的3个知青也一脸疑惑地看着周立伟。周立伟这才知道刚才是自己过于激动了。刚才听公社领导介绍过，说青山大队有可能是云朝辉同志来接我们，还说你年纪跟我差不多，所以看到你我就猜测是你了。你好，今天有点农忙，所以来的有点晚了，让你们久等了。没事，我们也刚到不久，农忙是大事。我叫周立伟，是从京都来的，以后也是青山大队的一员了。其他3位知青也连忙上前介绍自己。介绍完，大家又寒暄几句，云朝辉直接将他们4人送到了知青点，就赶着牛车离开了。干农活的时候，新来的朱婷婷受不住劳累，在烈日炎炎下晕倒了。陈家辉着急忙慌地去扶她，谁知她这2天也劳累得很，没将人家朱婷婷扶住，反而也被压倒。其他知青顿时慌了神。周立伟就在2人的身边，看着地上的2个人。周立伟正想将地上的2人弄起来，谁知视线瞥到陈家辉的手时，他忍不住心里暗骂一句：靠，这孙子绝对是故意的。周立伟直接拎起了他那只不怀好意的手，往旁边一拽。哎呀，周知青，你怎么这么粗鲁啊？朱知青这样会摔坏的。不粗鲁点，难道让他们俩继续这样跌着？到时候村里人过来，看到他们这个样子，像话吗？搞不好整个知青点都会受牵连。赶紧的，你们女知青来2个人，将朱知青扶起来。林峰也反应过来，赶紧开始安排。李们、苏小芳，你们俩先将朱知青扶起来。吴鹏飞和赵军，你们也照顾一下陈知青。我去跟大队长借牛车，送他们去卫生所看看。等一下，林知青，还是我去吧。说着，也不等林峰答应，周立伟就飞快地窜了出去。没一会儿就到了云朝辉除草的庄稼地。云朝辉同志，麻烦借一下牛车，我们有2个知青晕倒了，要送去卫生所看看。话虽然是对云朝辉说的，可是眼睛在四处乱瞟，依旧是没看到那抹日思夜想的身影。云朝辉倒是动作迅速，很快就从牛棚那里套了牛车，往知青的那块地里走去。看到牛车过来，众人就7手8脚的将2人放到了牛车上。周知青，麻烦你和李梅跟着去趟卫生所。周立伟爽快答应。卫生所村里没有，还得去红星公社，将近2小时的路程。半路上2人就被晃醒了。周立伟则是趁机跟云朝辉套话：云朝辉同志，你们家几口人啊？那天也就看见大队长和你2弟。我们家一共6口人。哦，这么说你还有其他兄弟姐妹？有啊，我还有一个妹妹和小弟。是吗？我都还没见过你妹和小弟。我小弟还小，才10岁，整天到处疯玩，天不黑不回家。我妹妹还在读书，最近学校放假了，就一直待在公社我小姑家，跟着我小姑学踩缝纫机做衣服来着。难怪呢，我就说怎么一直没碰到人。到了卫生所，医生检查一番，陈家辉没什么大碍，就是有点中暑。朱婷婷不仅有点中暑，还低血糖，需要留在医院输液。周立伟觉得不需要这么多人在卫生所，就提议让李梅留下，他们先带着陈家辉回去。看着那个提着人离开的高大身影，朱婷婷是一脸复杂。她没想到平时对他们冷冰冰，对大队长家阿谀奉承的人，会热心的送他来卫生所，还好心的垫付医药费。婷婷，你有没有觉得那个周立伟还挺男人的？朱婷婷虚弱的轻轻嗯了一声。你们刚来的那天，咱们知青点有好几个女知青看那个周立伟眼睛都直了，个子高，身材好，关键长得也帅。朱婷婷不由得想到自己在汽车站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人来人往的车站里，他站在那里就是鹤立鸡群，一种独特的气质十分吸引人。他也不时偷偷打量着他。这边周立伟从国营饭店出来的时候，就看见云朝辉在和一个妇人笑嘻嘻的说着话，旁边还站着一个穿着花衬衣的小姑娘。周立伟立马顿住了脚步，心紧紧揪起，呼吸也变深起来。周知青，快过来！云朝辉见他站着半天没动，向他挥手喊道。周立伟忍着激荡的心情，抬步缓缓靠近。云朝辉同志，别，先垫垫肚子。这2位女同志是我小姑和小妹，她们要去供销社，正好路过。云小姑好，还有小妹好。打完招呼，又将手里剩下的2个包子和2个馒头塞到云秀的手里。云秀哪里肯要，推搡着要还给他。周立伟手大力气也大，握住他的手腕不让他动。不用客气，小姑和小妹吃，我再去买2个。说完转身又小步跑进了国营饭店。云秀拿着包子馒头，呆呆地看着那抹高大挺拔的背影，然后看向云朝辉求助：大哥，你和小姑吃吧，等会我多给她点钱票。云秀点点头，和云朝辉又说了2句，就和云小姑离开了。回到村里，云朝辉回家拿了钱票要给周立伟，周立伟没有接。辉哥，你这跟我客气啥？真肯给，这次就当我请你了，下次咱俩有机会一起去公社，你再请我。好，改天我请你。晚上，周立伟正准备去屋后冲澡的时候，冯少明的叫喊声传来：伟哥，有人找你。周立伟一个哆嗦，妈蛋，这称呼着实有点难听，谁找我？那个今天的事谢谢你。喏，这是你帮忙垫付的医药费，还给你。周立伟没注意到他的不自在，
接过递过来的钱，一把塞进了裤兜，没多说什么，转身回了宿舍。朱婷婷看着他的背影，站在原地，并没有马上回宿舍，而是紧抿着唇，不知道在想什么。又在地里忙了几天，庄稼地里的活暂时告一段落，可以休息几天。周立伟准备往公社去一趟，一来可以去公社打打牙祭，二来顺便看看能不能在公社碰见他家秀秀。到了国营饭店，好好的慰问了一下自己的五脏六腑后，就想去供销社买包烟，只是发现自己没有烟票。这个操蛋的年代，买包烟抽也是奢侈。又转了一圈，还是没碰到那个小妮子，只好准备打扮回府。只是走到半路，就遇到了一辆拖拉机横在路中间。周立伟一看这情况，就知道是拖拉机坏了。同志，需要帮忙吗？我会一点修车技术。真的，同志，你真的会修车？真会修。太好了，那麻烦同志帮忙，帮我看看这铁疙瘩是咋回事。周立伟微微颔首，开始检查。他先是检查一番油箱，发现油箱这里没有问题，接着他又开始检查气门杆和导管是否有卡死。检查到这里，基本就确定了是因为气门杆和导管之间的间隙过小的缘故。重新调整了一下气门间隙和减压机构，然后拿起摇杆塞到拖拉机头部的一个小孔里，使劲的摇了几圈，很快拖拉机就突突突的起来。嘿，兄弟，真有你的！他给周立伟递了一根烟，爽朗的问道：“你去哪？我送你。”我是青山大队的，准备回去，不过看你这样子，应该是去公社，相反方向。算了，我自己走回去就行。没事，耽误不了什么。走，上车，我送你回去。周立伟见他真诚，也就没再拒绝，跳上了拖拉机。伟哥，厉害啊！没想到你还会开汽车，不仅会开，还会修。我下乡之前跟我们厂子的一个老师傅学的，开车修车都是他手把手教的。我爸是厂子的副厂长，跟老师傅的关系不错。我从小就时常跟在车上，看他开车，听他讲车。张亮听他这样说，原本就想交好的心态就更强烈了。首都来的插队知青，老爹还是一个厂子的副厂长，这条件必须要竖大拇指。看着张亮那若有所思的样子，周立伟勾了勾嘴角。以后你们农机站如果有车的要修，可以来青山大队找我。修车不是我吹，技术不会比我师傅差，拖拉机、汽车、大货车都能修。好了，伟哥，那到时候找你帮忙，你不能推拒啊。放心，不会。张亮直接将周立伟送到知青点。拖拉机开进青山大队的时候，那独特的响声顿时吸引村里老少爷们和大姑娘小媳妇，大家都跑出门看热闹。一群吸溜着鼻涕的小屁孩还跟着拖拉机跑，吸着那浓黑的尾气也满不在乎。伟哥，那我先回了，改天来找你。周立伟将他送出院门。此时拖拉机上已经爬满了小孩，那驾驶位还坐着一个10来岁的小男孩，正假装转着方向盘，身子还一抖一抖，像是屁股下装了马达一样，上前一把将他从驾驶位上提溜起来，轻笑问道：“你是哪家小孩？放开我，我是大队长家的。”周立伟脸上的笑容加大，果然真是秀儿那个最小的弟弟。周立伟没有放开他，而是对着张亮摆摆手后，看着拖拉机远去，才将人提溜进了他们男知青的宿舍。放开我，你放开我，不然我找我哥来揍你。你准备找哪个哥来揍我？大哥还是二哥？你二哥干不过我，你大哥跟我说还是好兄弟，你找你大哥，说不定他先揍你一顿。林朝光一听，眼珠转了转，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既然你跟我大哥是好兄弟，那跟我也就是自家兄弟。既然都是兄弟，能不能先放开我？这小子还挺逗，也很聪明。周立伟很赞同的点点头。你说的对。说着就松开了他的领子。云朝光双脚落地，撒腿就想跑。周立伟眼疾手快又抓住了他。云朝光瞪眼：“你说过要放过我的。”没说不放过你，找你有点事，你先等一下。啥事？周立伟没回答，从口袋抓了一把大白兔奶糖，还拿了一包江米条递给他。给你吃，算是我这个做哥的见面礼。给我的。给你的。真的，全都给我。周立伟将糖果和江米条直接塞到了他手里。大哥，你以后就是我亲大哥，我大哥是二哥，二哥是三哥。你小子，快回去吧，糖果不要一下子吃太多，小心蛀牙，拿回去放好慢慢吃。好嘞，那大哥，我先回去了。今儿谢谢你了，改明儿我去树上掏鸟蛋给你吃。说着就一溜烟的窜出了知青点。周立伟看着那个灵活的小萝卜头，摇头失笑。这边云朝光兜着大白兔奶糖和江米条回了家，被他老妈揪着耳朵质问：“这些东西哪来的？”娘，松手，赶紧松手！这些东西都是大哥给我的。你个兔崽子还撒谎！你大哥就在家里坐着的，他什么时候给你的这些东西？我怎么不知道？哎呦，娘，我真没骗你，不是这个大哥，是刚认识的大哥，大哥也熟的，不是二哥熟，三哥也认识。什么乱七八糟的？大哥、二哥、三哥，你啥时候蹦出来一个三哥？云朝光将东西全放到了桌子上，又包了一颗大白兔奶糖，小心翼翼地放进了嘴巴，才眯着眼解释这一切。等他含糊不清地说完，高桂香看向大儿子云朝辉，才笑着挠挠头。原来是周知青给的，娘，周知青挺大方的，那槽子糕和那什么桃酥就是他来家里拎的，还有上次去公社给我和小妹还有小姑的肉包和馒头也没要钱票。哎呀，那咱们不是一直在占人家的便宜，这怎么行？
赶紧将东西还回去。云朝光一听还回去，急忙扑到桌上，将大白兔和江米条都压住。娘，这是大哥给我的，说是见面礼，你们要还也是还你们自己的，我的不还。你小子！高桂香又想上前揍他2下。娘，算了，东西就不还了，咱们趁这2天不忙，请他来家里吃顿饭。行，就请他来家里吃顿饭，将那个冯知心一块叫上。孩儿他娘，你到时候多整几个菜。行吧，那就明天晚上，白天老大去公社割1斤肉回来。好，你明天去公社的时候，将那包桃酥给你小姑带过去，顺便将你小妹接回来待几天。那丫头在你小姑家待得够久了。我知道了，娘。翌日，拖拉机突突突的声音又打破了青山村的宁静。伟哥，你在吗？周立伟穿着件2道背心从南知青宿舍走出来，看见是张亮，笑着迎道：“亮子，你咋来了？”伟哥，找你帮忙修车，有没有空跟我往公社跑一趟？刚好有空，你等我下，我先换件衣服。2人半路还碰到了云朝辉，这次云朝辉不是赶的牛车，而是骑的自行车。辉哥要去公社？是啊，去公社将小妹接回来，你也要去？周立伟心下一喜，他家秀儿终于要回来了。这位是农机站的张亮同志，我们是朋友，他找我有点事。接着又跟张亮介绍，这是我们大队的云朝辉同志，他爹就是青山大队的大队长。云朝辉和张亮2人也赶紧握手问好，寒暄了几句，张亮就启动拖拉机先走了。云朝辉还不忘在后面喊道：“周兄弟，晚上不要忘记来家里吃饭啊！”好嘞，不会忘。到达农机站的时候，农机站的几个师傅都围着一辆卡车看着，听见拖拉机的声音，几人都转头看过来。爸，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周立伟同志，昨天半路我拖拉机坏了，就是他帮忙修好的。张站长您好。周同志你好，听张亮说你会修车，我们农机站正好有辆车坏了，想麻烦你帮忙看看。旁边的几个师傅都露出了不信任的眼神，他们都修不好，就连修车技术最好的徐师傅也束手无策。这么一个毛头小子能修好？其中一个头发梳得油光滑亮的年轻的男子指着周立伟，看着张红喜，语气很是不善：“站长，亮子从哪里找来的人？这修车可是一个技术活，不是谁来都能修好。他看上去比亮子还小，一看就不是什么经验老道的老师傅，到底懂不懂车都难说。不要车没修好，反而将车子的那些好的零部件都整坏了，那就得不偿失了。不碍事，让小周同志看看也没什么，修不好也正常，毕竟咱们大伙都没办法。”张红喜没再管严文翰，又笑眯眯地对周立伟说：“小周同志，你要不上手看看？”张站长，既然都来了，我就试试。放心，没把握的话不会动手。重回1974年，周立伟靠着上一世的记忆，帮村民修理大货车，续接上级。周立伟心里已经有了检查方案，开始动手检查，一边检查还一边跟张亮解说：“你说的这些我们也知道，都检查过了，根本不是这些问题。还说你技术了得，我看也就那样。着什么急？都还没检查完，你且等着。”呵，等着就等着，我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办法。亮子，刚才我们查了以上的地方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看看化油器。如果车子有一段时间不使用，化油器就容易造成堵塞，无法供油，也会造成发动机的动力不足，无法启动。伟哥，那要怎么检查？看到没？这里面有个小滤芯。张亮将头靠近，还真看到了里面有个小滤芯。其他几个师傅也凑了过来，严文翰也别扭地靠了过来。那位修车技术很好的老徐同志好奇问道：“周同志，这个小滤芯有什么问题吗？”有没有问题？我们要将这个小滤芯取出来看了才知道。可这怎么取？这么细，手指也伸不进去，也没专门的工具。亮子，有螺丝钉吗？有的，我这就去拿。说完就跑去找螺丝钉了。很快，张亮拿了一把螺钉过来，周立伟就拿了一颗，先是感受了一下大小，然后轻轻地插了进去，再用力一拧，往外抽出螺丝钉，那小滤芯就被带了出来。周立伟看了看，果然是这个小滤芯的问题。这个小滤芯有新的吗？这个还真没有。无妨，亮子，你去将这个小滤芯清洗干净，擦干了拿过来。这个还可以再将就几天，不过也不能用太久，不然车子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要尽快换掉。好，明天就将车开到县里去换。张亮将洗好的小滤芯拿过来，周立伟又对着孔插了进去。终于是修好了。张站长，我上车发动一下车子试试，看看情况。还不等张红喜回答，严文翰就拦住了他。不行，你会开车吗？车子坏了你赔得起吗？周立伟懒得理他，见张红喜没反对，就打开了驾驶位的车门坐了上去。哈哈哈，不会连车子启动都不会吧？小周同志，要不要我？还不等他把话说完，车子就启动了，接着很快车子就动了起来，没开多远，只开出100来米就掉头回来了。周立伟将车熄火，麻利地从车上跳了下来，笑着道：“张站长，行了，暂时没什么问题了。”哈哈哈，好，周同志果真如亮子说的这样，真是年轻有为啊！张亮跟他老子一样，笑眯了眼，对着周立伟竖起了大拇指，厉害！其他几位师傅也连连夸赞，那位徐师傅更是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是啊，年轻有为啊，比我这个老家伙强多了。哪里？
徐师傅谬赞了，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需要向你们学习。严文翰看着众人对周立伟夸赞有加，心里很是不服气，看着周立伟的眼神也很是不善。周立伟自然感受到了那抹不善，微微侧头回给了严文翰一个不屑的眼神。他这个动作，严文翰气得差点跳起来。他那什么眼神？蔑视、嘲讽。晌午过后，烈日正耀，周立伟顶着炎热刺目的太阳，驾着突突突的拖拉机，早已满头大汗。他现在已经是农机站的临时工了。拖拉机开进村里，这次村民看清开拖拉机的人是谁后，都炸开了锅。那些从来没打过招呼、还没说过话的汉子都会高喊一声：“周知青回来了。”回来了。孩子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喜欢跟在拖拉机屁股后面吃尾气。周立伟还看到云朝光也在这群孩子中，不断朝他挥手大喊：“大哥，大哥！”小光，上来，带你转一圈。好嘞，大哥，你可是我亲大哥。自己还没爬上拖拉机，就指着旁边一群小萝卜头提出要求：“大哥，让他们也坐坐呗，都是一个村的兄弟。”行，看在你的面子上，就让他们都上来。谢了大哥，还不谢谢我大哥？众萝卜头连忙道谢：“谢谢大哥。”你大哥把你姐从公社接回来了吗？回来了，还称了一大块五花肉。我妈说晚上做红烧肉吃，到时候大哥你多吃点。我告诉你，我娘做红烧肉的手艺一绝。说着还呲溜了一下口水。周立伟看得忍俊不禁。拖拉机停在了知青院，也没管这群在上面玩的小孩，就拎着从镇上刚买回来的东西进了男宿舍。等他一切收拾好，看看时间才4点来钟，距离吃晚饭也还有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不过他有点等不及了，拎着东西叫上冯少明，准备早点过去。周知青，会不会太早了？反正没事，就早点过去。你要是现在不去，我就先走了。停，你先走，我等会儿再过去。周立伟微微颔首，走出了知青院。小光，走喽，去你家。好嘞，就来。大哥，你身上咋这么香，跟城里那些娘们似的？你不懂，这是男性荷尔蒙的味道，跟娘们身上的香味不一样。啥是男性河里的味道？周立伟低头瞧了他一眼，懒得多解释，从裤兜里掏出一把大白兔奶糖，转移他的注意力。给你吃糖。我的好大哥，咋又给糖吃？上次你给的我都还没吃完。没事，吃不完就给你哥哥姐姐吃。我哥他们不吃糖，就不给了。倒是我姐，女孩子嘛，不爱吃糖，我到时候给她2颗，不然把她馋哭了不好。呵呵，你这话敢不敢当着你姐的面说？大哥，这话也就我们爷们之间说说就行，千万别告诉我姐。行，不跟你姐说。不过大老爷们就要有大老爷们的样子，你姐要是喜欢吃糖，你就全给她，你要没了就问我要，我多得很。可是我又不爱吃，你得帮我分担点。没问题，这事包在我身上，我保证好好帮你分担。到云家的时候，云松山正坐在屋檐下编织搓鸡。周知青来了，快进屋喝口水。进了屋，云松山就朝着厨房喊了声：“笑笑，泡杯水过来。周知青来了。”哎，马上来，爹。清脆悦耳的声音从厨房传来，让周立伟的心紧了紧。周立伟将手里提着的东西放在了桌上。周知青，你咋又提东西过来？哪能这么破费？等下吃了饭回去时，将东西带回去。云叔，没事，就一点零食，都是来的时候我妈给我收拾的。其实我也不爱吃这些甜腻腻的东西，所以就一直放那里，再不吃就坏了。提过来给小光他们吃，下次来就没了。云朝辉看了他一眼，还有人不爱吃甜食的，果然是城里人，就是不一样。哎，你这孩子，行，那下次来千万别整这些了，都是些金贵玩意儿，哪能让小光那臭小子糟蹋了？云朝光一听他老爹这话，顿时不乐意了。爹，给我吃咋就是糟蹋了？去未来丈母娘家吃饭，没想到他却要当自己的媒人。续接上集，谢谢秀儿姑娘。云秀抬眼看了他一眼，见男人虽说端着茶，但那双好看的桃花眼直勾勾的盯着自己，还有那脸上的笑，怎么看都像是一只男狐狸精。云朝光见没他的份，跳起来问道：“姐，我的呢？你的？想喝自己拿碗倒去。”说完就挑着眉回了厨房。姐偏心，也没去厨房拿碗，转身就将他大哥喝了一半的碗抢了过来，咕咚咕咚的扬起头，一口气干完了。蛋工做好了，我自己用。哎呀，大哥不，二哥，钱二哥，我帮你倒一碗还不行吗？周立伟笑看着这一切，只觉得他这几个舅子都好玩得很，端着茶碗一仰脖子，整碗茶水也喝得干干净净。云叔，还得让您给我开介绍信，接下去我要到农机站工作一段时间，估计麦收的时候我不能参加，还有秋收也是一样，这段时间农机站也是最忙的时候，要往县里和其他地方调配运往物资。这是好事啊，周志清，你啥时候要介绍信？要不我现在就去给你开。云叔，不急，等吃完饭再说这事。行，那就吃了饭再说。接着两人又聊起其他的事情。旁边的云朝阳看着侃侃而谈的周立伟，眼里满是崇拜。这大城市来的知青就是不一样，什么都会，连开车居然也会。吃饭的时候，云家人很热情，高贵像一个劲儿的给周立伟和冯少明夹菜。周知青和冯知青多吃点。谢谢婶子，我们自己来。周知青今年多大了？处对象没？婶子，我20了，还没处对象。哎呦，20了呀，那可以处对象了。告诉婶子喜欢啥样的姑娘，婶子帮你介绍。
周立伟不动声色地瞄了一眼云秀，您不用介绍别人，直接将闺女给我就行。婶子，我暂时还没考虑个人问题，刚下乡来，只想为下乡支农建设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以后我要是有看中的姑娘，一定让婶子帮忙牵线搭桥。好好好，有喜欢的一定跟婶子说，我帮你去说媒。还有冯知青也一样，有喜欢的姑娘也让婶子帮你去说。冯绍明没想到会说到自己身上，毕竟还只是一个16、17岁的小青年，对处对象有着莫名的羞涩。谢谢婶子。其他人见状都哈哈大笑起来，冯绍明更不好意思了。娘，你操心别人处对象的事，也不见你操心大哥和二哥。高桂香斜了一眼这个不省心的小儿子，没接话。是我这个当娘的不操心吗？老大那个死心眼的喜欢老沈家那个姑娘，可人家又看不上他，他这头倔驴，别的姑娘也不找，他不找老二也没办法找，一个快21了，一个18了，早该找对象了，都快愁死了。云朝辉听见云朝光的话，吃饭的动作微微一顿，然后又开始闷头扒饭。云朝阳则是看了他大哥一眼，然后用筷子敲了一下云朝光。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周立伟将云家一家人的神色都看在眼里。大哥这是受过情伤，看上那家姑娘了，人家没瞧上他。饭后，云松山带着周立伟去了大队部给他开介绍信，给了他一张盖了章的空介绍信，让他自己去写。也就是这个时候，冯绍明才知道他要去农机站工作了，顿时向他投去了羡慕的眼光。你是去别的公社农机站上班？咋这么稳？冯绍明指了指他手里的介绍信，周立伟顿时明了，解释了一句：要去县里报名考驾驶证。伟哥厉害。周立伟想到他前世的那些遭遇，想了想，还是好心的提醒道：小明，你有没有想过在乡下处对象的事？我见之前云婶子提起，你脸都红了，是不是有喜欢的姑娘了？没，我从来没想过在乡下找对象，只说不想在乡下找对象，没否认有喜欢的姑娘，看来是在老家有喜欢的人了。没想过的话，平时就得注意些，遇到大姑娘小媳妇的找你帮忙啥的就不要答应，说什么脚崴了扶一下，掉进河里了救一下，你都不要理会。伟哥，这崴脚了可以不管，但是人家掉河里了也不救吗？这万一丢命了怎么办？丢不了，你跑去喊人就对了，村里人多，你叫一嗓子就有人会去救他。可是万一人家来不及咋办？来不及就是他的命。冯绍明惊讶地张大嘴巴，没想到他是这种回答。我问你，你要是下河救人，怎么救？要不要抱着人家将人家拖上岸？那肯定要。那你将人家抱了摸了，要不要负责？这不应该吧？要不你试试？不，我还是叫人好了。人家问起来就说我不会游泳。翌日，周立伟就跟着张红喜去了县里的驾校，给周立伟的信息登记好，他就正式进入了实习期，半年后就能拿到驾照。立伟，有趟长途要去哈市，我想你带着亮子跑一趟，没问题吧？没问题。张叔，什么时候出发？明天就出发，来回估计4天的时间。要不你今天就不回村了，今晚就跟亮子凑合一晚，明天直接从公社出发。周立伟想了想，就点头应了下来。这一趟，两人要运一批粮食到哈市的粮站，然后再从哈市带一批物资回公社。两人到达哈市将粮食交接好时，就早早的就躺下休息了。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周立伟就起了床。亮子，我有事要出去一趟，你要一起吗？要去，等我一下，很快。两人下楼随便吃了点东西，周立伟就开始在街上乱逛。没走多久，后面就呼啦啦的一群人跑过来，两人赶紧靠墙壁躲闪。等这群人过去后，两人就准备赶紧离开。谁知这时候后面又来了一个人，肩上还扛着一个蛇皮袋，真是要钱不要命啊！扛蛇皮袋子的人听见周立伟的话，咬了咬牙，将蛇皮袋子往他们身边一扔，撒腿就跑。周立伟看着跑远的男人，忍不住飙了一句国粹，想也没想，提起蛇皮袋子和张亮一起上了围墙。伟哥，吓死我了！周立伟没有回答他，而是尴尬的挥挥手。嗨，同志，你好呀！张亮抬头，卧槽！瞬间一个屁股蹲坐在了地上。小姚，是什么声音？我怎么听见有人说话？那没什么，是院墙外面传来的，好像又抓人了。原来是这样啊！于瑶看着自家院子里的2个年轻男人，再看看地上的那个蛇皮袋子，东西留下1/3，我让你们从正门走。周立伟本打算去黑市讨点东西，没想到半路却捡到一个麻袋。续接上集，东西留下1/3，我让你们从正门走。周立伟没有犹豫就点头答应，伸手拿过蛇皮袋子打开。张亮和于瑶顿时都瞪大了眼睛，齐齐的咽了咽口水。伟哥，周立伟现在终于明白那人为什么会舍不得这一袋子东西，这里面可都是好东西。那几叠大团结和零散的钱票不说，还有那些值钱的玩意，光手表都有20-30块，还有那金银首饰，也有2首饰盒子。周立伟拿出一个手表盒子，打开一看，还是一块现在最流行的上海牌手表，供销社要卖将近200。周立伟看着这些东西，思索着丢掉东西的那个男人身份肯定不简单，不过他也没打算还回去，于是他将这其中的利害关系跟眼前这家主人说清楚。这么说，这东西也不是你们的？从那人丢在我们脚下的那一刻起，就是我们的了。行，我知道了，我只要钱票，其余的你们带走，最好不要在这边脱手。说着，他上前翻了翻钱票，就拿了一叠大团结和一叠2元的，还有一叠1元的以及一叠票据。
然后丢下一句话：等我一下，我马上出来。就匆匆进了屋，没一会就拿着一个布袋子出来了。多谢分这2个袋子装，你们提着这个蛇皮袋子出去，我担心有人看见。周立伟点点头，将一部分东西分到另一个布袋，和张亮一人扛着一个布袋。于瑶还将家里唯一值钱的28大杠推了出来。你们骑车走，要快点。周立伟没有拒绝，他知道于瑶现在也不差这辆自行车。伟哥，没想到这一趟这么刺激，又这么幸运。是啊，真是刺激又幸运。本来还想带你到黑市摸摸门路，以后咱们也倒腾点东西赚点钱。谁知刚想赚钱，这就有人扔了一麻袋，这感觉啧，真爽。哈哈哈，是啊，真爽。两人合计了一下，还是决定早点回去。一路上，张亮的兴致都很高。嘿嘿嘿，伟哥，我现在有点迫不及待的想分赃了。你分吧。行，我开始分了。伟哥，你放心，我分的绝对公平。周立伟轻笑摇头，他没担心过这点。伟哥，我知道今天都是你的功劳，不过见者有份，我就跟那个小姚一样，拿钱就可以了，剩下的都是你的。不，你跟他不一样，这些东西咱俩平分，那些金银咱俩一人一盒子，这东西你回家找个地方藏好，近些年都不要拿出来。那手表咱俩也一人一半，你先挑喜欢的，剩下的留给我就行。嘿嘿，伟哥，你够意思，不过兄弟我也不能占你便宜。张亮的确没想过占便宜，手表就拿了10块，金银首饰他那一盒银饰占多。张亮另外还拿了一叠票据，他拿着票据看了看，感叹道：伟哥，这些票据估计也是那孙子准备在黑市卖的，各种票据都有，不过很多都是哈市的，全国的也不少，啥票都有，自行车票、缝纫机票、糖票、布票、粮票、邮票、酒票、烟票，这还真是应有尽有。那样子，其他票随你拿，烟票留给我。哈哈哈，行，伟哥，烟票全留给你。早说你要烟票，我就从家里给你弄了。我爸有烟票，这些日子也没见你抽烟，不会憋坏了吧？可不是，憋死老子了，就是没烟票，一直买不到烟。两人一路上都说说笑笑，感觉时间过得挺快。张亮都觉得他还没激动完就回到了公社。第二天，张亮和张红喜一大早就到了农机站，看见周立伟，激动的一个劲儿的拍他肩膀感谢。立伟，叔要感谢你，今天中午先不回村了，到叔家喝2杯。张叔，改天，今天我先回村一趟，有点事。好，那就改天。说着又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包华子，递给了周立伟。听亮子说你最近憋坏了，来，这是叔的珍藏，给你抽。周立伟眼睛一亮，毫不客气的接过华子就揣进了兜里。谢了，张叔。将货送到供销社，一车货下完，周立伟就买了2瓶酒、2包烟，还扯了几块布，将货卡开回了农机站，就准备骑着那辆于瑶给的28大杠回村了。立伟，你将货卡开走，后天过来，还有一趟长途要你跑。行，张叔，那我就将车子开走了。好，回去准备一下，这次是跑外省，来回估计要10来天。车子开回村，这次是真的轰动了，不仅小孩子跟着车子跑，就是很多大人也跟着跑到了知青点。哎呦，周知青，听说你到了农机站上班，还以为你是拖拉机手，没想到是开大货车的呀。是啊，周知青，你真是厉害。村民们恭维的话跟不要钱似的，你一句我一言。周立伟自认也是个俗人，他也爱听夸赞的话，拿出刚买的大前门香烟，给那些老少爷们都散了一根，将村里的那群汉子们都乐得不行，大家都舍不得抽，放在鼻尖使劲吸。知青点的知青也出来看热闹了。这人就是你们口中的那个周知青。吴鹏飞讨好着笑着。是啊，修知青看起来跟个狗腿子似的，还散言讨好这些泥腿子。周立伟自然看见了修士杰，之前他就想着搬出知青点的机会要来了，跟村民寒暄了几句，就进了知青点的院子。周立伟刚走进院子，冯绍明就顶着一张乌青的脸喊道：伟哥，你回来了。周立伟看了看他的脸，顿时沉声问道：谁打的？冯绍明看了一眼修士杰，那意思不言而喻。人是我打的，怎么了？谁叫他多管闲事？周立伟看着修士杰那嚣张样，眯眼缓缓开口：多管闲事？多管了谁的闲事？他是谁的狗腿子，就多管谁的闲事咯。这话很是不客气。冯绍明也气得大吼道：你才是狗腿子，简直就是个强盗！吼完又指着修士杰对周立伟道：伟哥，这人将你的床铺占了，还将你的箱子和被子都随便扔到了地上，我不过就说了2句，他就开始动手打人，是吗？周立伟也不等人回答，一下窜上前，一只手揪住了修士杰的衣领，另一只手就招呼了上去。你最好别惹我，不然我可不敢保证你在你们长安做的那些事会不会公之于众，你来乡下躲货的目的还能不能达成？顿时，修士杰狼嚎的声音戛然而止，不可置信地看着周立伟。这人是怎么知道我家是长安的？更重要的是，他怎么知道自己下乡来当知青的目的，就是为了躲避一些麻烦的？难道他在长安有认识的人，听说了什么，还跟那家有关？那家人会不会通过他整自己？此时的修士杰哪里还有什么嚣张的气焰？睁圆的双目除了意外就是恐惧，怔怔地看着周立伟。记住了吗，孙子？记住了。周立伟嗤哼一声，大步进了知青点，
修世杰现在也顾不得脸上的疼痛，起身走进了南知青宿舍，见周立伟正在收拾他自己的东西，赶紧过去道歉。那个周知青，对不起，床铺我让回给你，我马上将东西收拾了。不用，我在公社上班，不经常回知青点住，占一个铺位也是浪费。我去找大队长，让他随便给我安排一个地方。伟哥，你要走？我看这次又新来了好多知青，这知青宿舍明显有点挤，再加上我一个，就更挤了。我去找大队长，让他另外安排。反正我也不经常回来。冯绍明看了看炕上，的确很紧。再看周立伟这185的大体格，确实有点睡不下。伟哥，我陪你去找大队长。行，帮我抱着被子。周知青，你来了。大队长在家吗？在的。周知青、冯知青，你们快进屋，我大哥二哥也在家。说完就朝屋里喊道：爹，周知青和冯知青来了。话音刚落，云松山和云朝辉、云朝阳三人就出现在了正屋门口。看着两人像搬家的样子，云松山疑惑道：周知青、冯知青，你们这是？云叔，要叨扰你们了。知青点那边人太多，有点挤不下。我今天刚回来，箱子被子也被丢了一地，我时常不在，霸占着一个炕位也不太合适，就想拜托云叔另外帮忙安顿一个地方，我出钱租也可以。一听是这事，云松山也有点心虚。其实说到底也是他们的失职，这次来的知青比较多，知青点就那么大，他们也知道有点挤了，不过也没另做安排。周知青，没事，你先到我家住着，后面再做安排。周立伟心里乐开了花，表面却假装不好意思。这云叔会不会太麻烦你们了？麻烦啥？我们家之前给朝辉准备了一间屋子结婚用的，只是他一直没个对象，那屋也一直空在那里，炕柜都打了，住着也方便，刚好你可以先住进去。旁边的云朝辉和云朝阳也跟着点头，显然是赞同他们老爹的提议。云叔，那是给云大哥准备的新房，我哪能住进去？让云大哥住进去，我住他原来的屋就成。他是和朝阳、朝光住一个屋的，哪能让你跟他们挤一个炕？你就住西边那屋就好了。算了，等大舅哥要结婚的时候，再帮忙另外再起一间屋子吧。冯绍明没有多待，将被子抱进屋放好就离开了。饭后，周立伟就开始清算自己的家当，将所有财物都倒在炕上，眯着眼睛开始清点。没多久就算出他目前手里一共有5055块9毛。周立伟看着这么多钱，脸上淡出了一抹笑意。5000多块在这个年代也算是一笔巨款了。随后又开始数票据，将全国的票据放到一堆，哈市的放在一起，快过期的又放一起。他想着还是要尽快找机会到哈市一趟，将这些票据都花了，将东西都收拾进了炕柜，就拎着一个布袋子去了正屋。婶子，我买了几块布，但是不会做衣服，想麻烦你帮帮忙。说着就拿出了几块细棉布，其中还有一块碎花布。这花布是送给婶子的，总不能让婶子白忙活。哎呦，做几件衣服能费多大的劲？婶子帮你做，你将不拿回去？婶子，这花布买都买了，我也用不到，您不要就浪费了。再说你要是不要，以后我都不好意思再让您帮忙做衣服了。我要是去买成衣，还不知道要多花多少钱呢。你这孩子，行，婶子这次就厚着脸皮收下了，下次可不能再买了。周立伟笑呵呵的，没说好也没说不好。高桂香看了一眼碎花布，心里嘀咕：到底还是年轻小伙，不知道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妇人适合怎样的布料。这花色一看就是适合年轻小姑娘的，哪能给我做衣服？给我家秀秀做2身衣服还差不多。周立伟又从布袋里掏出2包点心和几个头花。这次给供销社拉物资，这点心和头花都是发给我们司机的福利。点心就给小光吃吧，你们知道的，我不爱吃甜食，这头花我就更用不到了，给云秀妹妹带正好。云秀微微低头，看了一眼放在桌上的那几个头花，嘴角微微弯起。周立伟也注意到了他那细微的动作，看出他的满意，心下也高兴。哎呦，早就听说司机待遇好，没想到他们连头花都给啊。是啊，反正他们什么多就给什么。这次也是另外一个司机想要这头花给他家人带回去，也就给了我同样的东西。云叔、婶子，过2天我还要跑趟长途，你们要是想要什么东西，都可以跟我说，我要弄点啥还是比较容易的。听他这样说，云秀立马抬起了头，看了一眼云松山和高桂香。周立伟见状说道：云叔、云婶，你们有啥想要的东西只管开口，我看看这边能不能搞到。哎，是这样的，我们家一个亲戚，就是秀秀她小姑家，秀秀表哥处了个对象，现在正在谈婚论嫁，女方一定要3转一响，不然就不嫁。现在他们家也就一辆自行车和缝纫机，而且还是旧的，女方还不太看得起。说，婶子，这3转1响我都能弄到，就是那女方家的态度是不是有点太伤感情了？谁说不是呢？感觉不是看上高鹏那小子，看中的只有3转1响。不管怎么样，我下次出去的时候如果能弄到这些东西，就先带回来。行，那就拜托周知青，只是我们没有票，就多给点钱。婶子，不急，东西弄回来再说。晚上，周立伟就墙上刨了一个洞，将那一匣子东西和4000块钱都藏在了这里。第2天一早就将房间钥匙给了高桂香。婶子，这是我房门钥匙，你帮我保管，我走后可以让云大哥他们谁去我那屋睡，顺便帮我照看一下屋子，还有那自行车，
放那闲着也是闲着，你们都可以骑。行，你走了，我让老大去给你守屋。你那屋东西不少，晚上没个人还真不放心。自行车要是有需要，我们不会客气的。周立伟这次和张亮要去的是青城，青城是蒙省的省会城市。第3天深夜的时候，货车就驶进了青城，在招待所安顿下来，睡了不到4个小时，两人就起了床，去外面吃了个早餐，然后将那车物资送到了目的单位，将物资交接好，已经是大中午了。两人准备去国营饭店吃点东西，再回招待所好好睡一觉。两人一边走一边聊，结果迎面就撞上了一个男人，男人好像有什么急事，往后看了2眼，就快速的离开了。周立伟看着急匆匆离开的男人，五哥，程武是他上辈子在牢里认识的人，两人住在一个牢房，年纪相当，很是聊得来。正在这时，有2个穿着公安制服的同志急匆匆地跑了过来。2位同志，请问你们刚才有没有看到一个穿着黑色工装服的年轻男同志从这经过吗？周立伟心里咯噔一下，还不等他做出反应，张亮就点头道：看到了，刚才还差点撞到了我们。那你们有看到他从哪一条巷子跑了吗？周立伟见张亮刚要张嘴，赶紧抢先回答：他是从左边那条巷子跑的。 2名公安一起快速地跑向左边的巷子。伟哥，你为啥要骗公安同志啊？亮子，你先回招待所，我办案点事就回去。话落，就快速地窜了出去。张亮二话不说也跟了上去，就看见周立伟捂着一个男人的嘴巴，使劲往后拖拽。程武，你不要出声，现在外面到处都是抓你的人，我知道你是冤枉的，放心，我会帮你。程武的眼睛瞪得跟铜铃一样大，满心的疑惑：这人是谁？为什么知道我的名字，还知道我是被冤枉的？顿时停止了挣扎。周立伟见状也松开了他，准备好好跟他计划接下来的事。谁知这个时候，张亮举着石头就对着程武的脑袋就砸了下去。看见迎面飞来的石头，程武脑门顿时出了一层汗，赶紧撒丫子就跑。你们到底是谁？想干什么？口口声声说想帮我，却又拿石头想砸晕我。他是我兄弟，不知道你的事，估计还以为我俩在干架，想帮我来着。谁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张亮此刻也有点明白了什么，只好将自己的想法说了。所以你以为我是要抢坤，想着将人打晕了更方便动手？张亮重重点头。我就知道你们不是好人，这2人偷鸡摸狗，拦路抢坤，杀坤放水的事肯定没少干。与其落入他们手中，还不如让公安抓了去，就是嘎，估计也能落个全尸。程武想着，也就开始大喊出声：来人啊，我在这里！周立伟没想到他会大叫，连忙捂住了他的嘴巴。不要命了，你要是被抓了，搞不好会吃花生米。多说了，刚才是误会，我们是有正式工作的人，要是公安真的来了，我就说看你鬼鬼祟祟的，我们才将你逮住，对我们来说不但不会受任何影响，还会被表彰。赶紧将工作证和介绍信拿出来给他看看。张亮听话的从兜里掏出工作证和介绍信，程武这才相信2人。你怎么认识我的？还知道我叫程武？周立伟看了他一眼，现在的程武虽然年轻了很多，但五官变化还真不大。我会算命，看面相。你是不是跟那群盗窃贼有关系？没关系，我们就是来青城送货的司机。之前恰好遇见你，就不经意间看了你的面相，发现你有牢狱之灾，还是终身监禁的那种。本来不想管闲事的，但又发现你是冤枉的，碰到既是有缘，就决定帮你一把。他这话不管程武信没信，反正张亮是信了。早就知道伟哥什么都会，无所不能，只是没想到还会看面相，还能看得这么准。这时候，张亮看他伟哥的眼神满是崇拜，看得周立伟起了一手臂的鸡皮疙瘩，不由得往旁边挪了挪。你要是愿意，我可以再给你看看面相。行，你看，我倒是看看你还能说出什么来。你是孤儿，父母在你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你算是吃百家饭长大，这点那群盗窃贼都知道。行，那就说点别的。你小时候有次去人家家里偷吃的，被那家的公鸡啄了，位置正好是……说着，周立伟的眼神就瞄向了程武的裤裆。这也不是什么秘密。对，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但是你那里受了伤，当时那公鸡家的主人知道了，给你上了药，给你上药的是一个姐姐。随着周立伟的话语，程武的脸越来越红。从那以后，你脑子里会经常想起那位姐姐，你第一次自己那啥也是想的她，我说的对吧？此时，周立伟的话无疑掀起了惊涛骇浪。难道他真的能掐会算？天底下真有这样的神人？那岂不是所有人在他面前都没什么隐私？这样也太恐怖了。周立伟似是看出了他心中的猜想。我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看得出来，跟我不熟又有点缘分的人才能看出一二，身边的亲朋好友是看不出的。你以后成了我朋友，我也就看不出你什么了。暂时打消了程武的怀疑。3人就开始商量接下去的对策。说说现在具体的情况。具体我也不太清楚。我们村的黑狗子说给我介绍一份短工，只是要来青城。我觉得他也刚开始没答应，不过他说待遇不错，5天20块钱，还先给我付了1半的工钱，说就是处处劳力帮帮活而已。我觉得很不错，就答应了。这些话上一世周立伟也是听他说过的。他口中的黑狗子和一伙人专门成立了一个盗窃团伙，专门盗窃火车上的物资。据说74年的这个夏季，从鹿城开往京都的火车装了一车厢反坦克地雷，
本来这是一件很机密的事情，偏偏一些知情的工作人员为了保密，在装车时对外声称是缝纫机的机头，而这些盗窃分子听到了风声，还真以为是3大件之一的缝纫机，他们就决定大干一票。现在唯一能让他们撤掉路口关口的检查，估计还是要破了案才行。可是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能破案，就丢了一车厢的不知名的东西，搞得这么兴师动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抓特务呢。你知道他们放东西的民房位置吗？知道是知道，其实我早就想过去告发，但是我不能去，我要是去了就等于自投罗网。谁说要你去告发？现在你不是一个人，还有我们。这句话不断的在陈武的耳边回旋，作为一个孤儿的他，这句话对他的触动特别大。你说话呀，伟哥说的对，现在你不是一个人，还有我们。你将藏东西的地方告诉我们，我们假装热心群众去举报。陈武平复了一下心情，才说出了地址。张亮听完就要往派出所跑，不过被周立伟一把拉住了。伟哥，你拉着我干什么？我们赶紧去将地址告诉公安同志，这样案子早点破了。等一下，没必要我们亲自出面，到时候公安问来问去也麻烦，写个纸条，随便找个小孩送过去就行。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引起公安的注意为好。老子咋就没想到这个法子？就你，我都没想到，也就伟哥聪明。周立伟没管两人的斗嘴，写好了纸条，又掏出5毛钱，让陈武找个机灵的孩子交到公安手里。当所里的公安同志看到纸条上的字，连忙向领导反映了此事。公安和武装部的人动作很快，当他们到达民房的时候，几位主谋刚商量好对策，直接来了个人赃并获。这下想狡辩都不行了。昨晚因为陈武没介绍信住不了招待所，就在货车上对付了一晚。妈蛋，居然还是不能回去，那黑狗子被抓了，肯定会供出我。我只要回村，公安肯定就会去抓我。周立伟坐在车上吞云吐雾，一脸凝重。阿武，想不想去港城？港城？听说那边生活的都是资本家。怎么可能？只能说有资本家，那边实行的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就目前来说，那边要比大陆发达，经济发展迅速，已经有很多高楼大厦，很多人出门都开小车。陈武瞪大眼睛，眼里满是不可思议。不过那里也很乱，穷苦的人很多，底层的人并不好过，时常也会被欺负，打架斗殴的现象不少，搞不好小命就没了。陈武皱眉思索，他现在留下来也是东躲西藏，要是被抓，小命能不能保住也是两说。他一咬牙，切，我去港城。好，我想办法给你弄介绍信，你到时候坐火车先到羊城，然后找一个码头，想办法跟着货轮过去。记住，在码头上一定要小心，一切以命为主，只有命保住了，其他才好说。陈武心里触动很大，他不知道这个刚认识1天的人为什么对自己这么好，也就自己是个男的，不然他都要以为他看上自己了。伟哥，要不你再给我算一下，我去港城是否顺利？去了那边发展怎么样？我说了，只要有了关系，我就看不出来了。我算是救了你，就有了因果关系。你以后怎么样，我是算不出来的，只能靠你自己。真的，比真金还真。不过我可以跟你稍微提点一下，港城的工资都不低，就是扛大包1个月也能挣上千。陈武又瞪大了眼睛，一脸不可置信。只要你到了港城，踏踏实实的找个工作干着，养活自己是没问题的，省点也能存不少钱。1个月上千，就是不省也能存不少钱啊。陈武有点迫不及待想去港城了。港城很乱，有很多马仔，他们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杀鲲放水，当街抢鲲都是很平常的事，所以你要低调，有钱也尽量苟着。伟哥，这马仔我好像能听懂，但这苟着是啥意思？苟着就是低调的意思，不要让太多人注意到你。懂了，这个我在行，我从小到大就是苟着的。去了港城后，关注一下证券交易所这个地方，可以学习一点相关知识，但不要轻举妄动。今年年底之前不可以买进任何股票。这什么证券交易所是什么地方？股票又是什么？为什么不能买？你只要记住我说的就行。去了港城自己去证券交易所了解一下就知道了。一定要记住了，先不要买，想买也只能等今年过年了再说。最好的时机就是过年前后，那时候你可以闭眼入。伟哥，这些都是你算出来的吗？目前我也就能算出这些了。不过我跟你说的这些，你不能跟任何人说，要不然就不灵了。我知道了，伟哥，你可真厉害。上集说到，周立伟让好兄弟去港城发展，于是他来到酒厂拿介绍信。不多休息1天。不了，过几天对象过生日，我得赶回去陪他过生日。行，我让人马上装车。反正今天明天对他来说都一样，白得了一包华子，何乐而不为呢？罗厂长离开办公室下楼通知去了，周立伟则借口去上厕所没有跟着下楼，快速的回到了罗厂长办公室，拉开了抽屉，看到里面的东西，麻利的撕下几张，转身准备离开。这个时候罗厂长却回来了，在罗厂长进门的那一瞬，周立伟趴在了地上。周同志，你怎么在这里？在找什么？罗厂长，不好意思啊，我手表掉了。之前在您这里的时候，我感觉有什么东西掉了下去，当时也没在意，还不小心踢到桌子下面，以为是其他什么无关紧要的东西。刚去上厕所，发现手表不见了，才想起这茬，一着急也没跟您打声招呼，就自己跑进来找了，实在抱歉。你确定是你手表掉这里了？我回忆了一下，可能性比较大，不过这下面我看不见，手也够不着。罗厂长，能不能挪一下您的办公桌让我找找？
罗厂长盯着周立伟看了好几秒，见他不像撒谎的样子，于是点点头。行，那就挪开看看。两人合力将桌子抬开，周立伟一眼就看见了那沾满灰尘的手表，激动的一把就捡了起来。还真是掉这里了，谢谢罗厂长，要不是掉您这里，我这手表估计就找不到了。找到就好，这表不便宜，可要好好保管。下楼后，周立伟说道：“罗厂长，我先回招待所收拾一下，也叫上我同事，等下我们过来就直接走了。”行，我们这边最多1个小时就能给你们装好。周立伟在场外的一棵大树下找到了两人，挥了挥手里的介绍信，弄到了。伟哥，还是你厉害，谢谢伟哥。周立伟将介绍信写上名字以及哪里人，要去哪里做什么都写清楚了，才将介绍信递给程武。现在我们去车站买票，尽量买最近的一趟火车。顿时，程武有点窘，他现在可是身无分文。周立伟看出他的窘迫，漫不经心道：“路费我借你，等以后再见面时你还给我。”程武感激的点头，谢谢伟哥，你放心，以后我一定会加倍还给你的。三人去了火车站，周立伟帮忙买了车票，程武拿着车票和介绍信，眼睛又红了。周立伟看时间不多了，让张亮去买一些吃食，随后掏出1000块钱和一些全国粮票给了他。这些钱票都拿着，最好是放到内裤兜里。说到这，周立伟想到一个问题：你内裤有兜吗？没兜。周立伟看了一眼周围，咬了咬后槽牙，将人拉进了一个公厕。两人再次从公厕出来的时候，程武还在一个劲儿地问：“伟哥，你真的不穿我那裤衩吗？虽说我有好多天没换过了，但也比你光着腚好吧？”你给我闭嘴！周立伟深吸一口气，闭上双眼。我这都是造了什么孽？伟哥，你给我的钱太多了，要不我还是还给你吧。出门在外，穷家富路。周立伟看见他手总是摸向裤裆，没忍住踢了他一脚。你给老子正常点，手一直摸那里做什么？生怕别人不知道你那藏着东西是吧？不能是别人觉得我那玩意儿大，裤子勒得慌，我扯扯而已。大不大你自己没点逼数。这时张亮跑过来找到他们，赶紧的，火车快进站了。三人急急忙忙地赶到月台，火车刚好进站，工作人员在催促上车。程武一言不发地朝火车走去。两人回到招待所收拾东西，当晚就动身回去了。4天后的晚上，夜晚漆黑，平静无风。伟哥，到哈市了吗？快了，估计还有个8小时就到了。张亮听着这疲惫的声音，有点不自在地摸摸鼻子。伟哥，这次辛苦你了。你要不再睡会儿？不了，现在不怎么困了。嘴上说着不困的话，连他自己都心生怀疑，要不然怎么看见不远处的路边有人在挥手？似是想到什么，那小眼睛倏地瞪大。伟哥，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晚上开夜车的时候，要是遇到什么东西在招手，一定不要理他，要无视他，知道吗？周立伟好笑，他自然是看到前面有人在招手，想搭顺风车。亮子，那我有没有跟你说过，遇到这种情况，有时候不是你想不停就能不停的。你要是不停，对方说不定直接就扒在了你车上，你就是反应迅速，一脚油门下去，也无济于事。为什么？因为能直接扒到你车上的8成是鬼，就算你停不停下来，对他们来说都无所谓。不听这解释还好，听了这解释，张亮的汗毛都竖起来了。感觉到正在减速的车子，张亮快哭了。伟哥，咱真的冲不过去吗？亮子，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往往人比鬼可怕。你以后要是真遇到了这种情况，还是就直接冲过去吧。啊，这又是为什么？你不确定对方是人是鬼的时候，就先顾好自己，不与这些接触就行。那伟哥，你为什么要停下？因为对方就一个人，我们2个，关键我身手还不错，就算对方是坏人，我应该能应付。不过以防万一，亮子，你将座位底下的钢管准备好。张亮立马照办，从座位下掏出2根将近3尺长的钢管，放了一根在周立伟的旁边，自己紧紧握着另一根。车子停下，还不待两人说话，对方就几步跑到驾驶门这边。师傅，帮忙，我哥受伤了，要去医院，帮忙送一下，我会给报酬的。我家就在城里，只要你们帮忙将我哥送到医院，我就给你们100块的报酬。周立伟挑眉，没想到这人这么大方，开口就是100块，将近一个普通工人4个月的工资了。他没急着开口，而是拿着手电筒对着车外路边照了照，果然看见还有一个满身是血的男人躺在路边。师傅，帮忙，要是您觉得100太少，200也行，要多少你只管开口，就是要其他东西也行，只要你开口，我都想办法给你弄到。我蒋少华一口吐沫一个钉，说到做到，要什么有什么。3转1响有吗？有，保证有。周立伟一怔，本来他也就随口一问，没想到这人居然保证有，转头对张亮说道：“亮子，你就在车上，我下去看看。”张亮点头。周立伟推开车门下了车，拿着手电筒走进地上躺着的男人。男人已经昏迷过去，脸上鼻青脸肿，已经看不清原本模样，身上还有刀伤。周立伟神色一凝：“你们是什么人？你哥为什么会受这么重的伤？”蒋少华支支吾吾，说不出一句话。你可以不说，但是我不可能让一个身份不明的人上车。师傅，求你了，我们不是坏人，我们真是哈市城里人，我在哈市一中上学。我想知道他是什么人，做什么的，为什么会被人砍？我也不知道。周立伟转身就要走，蒋少华一把拉住了他。师傅大哥，求你了，帮忙！要是你们不帮忙，我哥真的会死的。我起码要知道你哥是做什么的，值不值得我救？我且问你，
你哥是不是搞投机倒把的？蒋少华听周立伟的问话，惊讶的瞪大眼睛。不是，我哥不是。周立伟叹口气，原本就以为是一个人想搭个顺风车，没想到还有麻烦的伤患，越想越觉得麻烦，打算不管了。蒋少华反应过来，一把抱住了周立伟的腿。师傅，求你了，师傅，我都说，我哥的确是做投机倒把的，不过请你相信，他不是坏人。今天受伤也是因为我哥前段时间被人阴了，黑市被举报，正好我哥提着他们老板的一袋子钱财，被洪秀章盯上了。当时逃跑的时候，为了保命，情急之下就将那一袋子东西丢了出去。后来返回去，自然是找不到了。结果他们其他人就是认定是我大哥私吞，一定要他交出来。我哥哪里交得出来？今天就被他们捅伤了，丢到了这野外。周立伟听完后一脸复杂，车上的张亮也竖着耳朵，越听越觉得这件事跟他们有关。周立伟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抬头看天，漆黑的夜空居然繁星点点，漂亮极了。可是他只想指着苍天喊一句 TMD。 上集说到，周立伟在回哈市的路上遇见了被人追困的齐光荣。上车吧，不过后车厢已经装满了货，只能在前面挤挤。蒋少华喜极而泣，和周立伟合力将人抬上了车。周立伟上了驾驶位，从行李包里翻出一件干净的背心丢给了蒋少华，用这衣服将伤口捂着点，尽量堵住血口。蒋少华接过背心，谢谢师傅。周立伟知道时间紧迫，车开得飞起，原本见到一个血人就吓得半死的张亮，这回脸色更惨白了。等下医生问起就说是遇到半路抢货的了，你们也是跟车的人，介绍信和工作证被人抢了，有我们的也说得过去。1个小时的路程，周立伟40分钟就到了，将人抬进医院，转身准备离开。师傅，那个啥，你们能不能将我送回家？我去取点医药费，顺便将你们要的3转1响给你们。周立伟转身盯着他看了好几秒，这人真的是混黑市的？混黑市的有这么单纯的人？行，那我就送你回去。顺着蒋少华的指路，车子又缓缓行驶在哈市的街道上。你家里几口人？这么晚回去还这副样子，他们不担心吗？家里就我和我哥2个人。师傅，等下到家了，你们在我家洗个澡，换身衣服，我家还有空房间，你们要是不嫌弃，在我家休息也行。周立伟又看了他2眼，心里疑惑更甚，到底是自己看走眼了，还是这就是个暗黑苦？不了，哪里敢住你们家？也不知道你们惹到的那些人会不会就守在你们家门口？现在过去我都觉得很危险，更别说住在你们家。要是他们跑进家里砍人怎么办？说完还看向周立伟，一脸担忧。伟哥，要不我们啥也不要了，找个招待所去休息吧。你们放心，那些人不认识我，也不知道我们家在什么地方，我哥从来没告诉过他们。这样啊，还好还好。你哥在野外受伤了，你是怎么知道的？我今天上午想去找我哥，无意中看到他被几个人拖上了一辆牛车，我就悄悄地跟在了后面，跟了3个多小时，才看到他们将我哥推下牛车，还沿着一条小道将人拖到了山上。我就在远处等着，等他们离开后，我才上山，找了好久才找到我哥。当时他就受伤严重，我只好背起我哥，路上也一直没碰到人，好不容易弄下山，都已经天黑了，没办法，只能又背着抹黑走，也不知道走了多久，都还没到城里。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你们的车就来了，真的要感谢你们，你们就是我哥的救命恩人。听完他的话，周立伟和张亮都一阵唏嘘，没想到这个看上去还一脸稚气的蒋少华，这么的有毅力，也是个人物。周立伟和张亮没继续再问什么，很快就到了蒋少华的家。东西就不用了，我也就是跟你开个玩笑，我们进你家洗个澡换身衣服，等下将你送去医院，我们就找个招待所就行。都说好了的，我家里刚好有我哥准备的3转1响，他说给我以后娶媳妇用，我还小，娶媳妇还早呢。东西真不要，我们就想洗澡换衣服，能行咱们就留下，不行我们就直接走了。蒋少华无奈只好答应，又去帮忙烧洗澡水。周立伟和张亮动作都很快，洗好澡换了身衣服就离开了。2人找到招待所就住下了，将行李包拎进房间打开时，发现里面居然多出了200块钱。伟哥，先睡吧，等明天我们再去医院将钱还回去。伟哥，你说上次我们捡的那袋东西，是不是就是蒋少华他哥扔的那一袋？不管是不是，这事都过去了，以后就不用提了。次日，2人睡醒后随便吃了点东西，就去了医院。刚到医院，还不等他们打听是哪间病房，就听见一阵嘈杂声。就说你小子私藏了，原来都是给你这个弟弟了。告诉你们兄弟俩，把东西都给老子吐出来，要不然下次就不知道你还有没有这么好的命。这时医院的保安到了，那些人就消停了。他们兄弟俩欠我们的钱，我们就是来讨债的。讨债那是你们的事，但是在医院闹就是不行，不然送你们去派出所。行，那就等他们出院了再说。话落，那些人就准备离开。周立伟忙拉着张亮往医院外走去，停在了医院门口，假装在等人的样子。很快，有几个年轻人走了出来。虎哥，要不要我守在医院门口，等他弟弟出来，我们就将他给抓了？不要轻举妄动，看见那小子跟着他就行，看看他们落脚的地方，东西肯定就藏那里了。另外，大山，你带兄弟们再去查查，昨天到底是谁救的他，查到将人给我绑过来，说不定他们就是同伙。
老子要让他们吞下多少都给吐出来。话语中的那股狠劲让张亮打了一个哆嗦。周立伟倒是很淡定，拍了一下张亮的肩膀：“进去吧，放心，我不会让他们查到我们头上，更不会让你有危险。”两人进病房的时候，蒋少华正在收拾被扔了一地的东西，看见两人很是惊喜。周师傅、张师傅，你们怎么来了？随后又跟他哥介绍周立伟和张亮。谢谢两位同志的救命之恩，以后两位要是有什么事，尽管说，我齐光荣定会万死不辞。说着就要起来，周立伟忙按住他：“你受了伤不要随意动，我们今天来就是还钱来的。昨晚你弟偷偷往我包里塞了200，现在还给你们，顺路的事真没必要。”齐光荣和蒋少华都推拒，说什么也不肯将钱拿回来。周立伟强行将钱塞到蒋少华的手里：“行了，不推了，我们说正事。刚才来的时候看见闹事的了，你有什么打算？”周同志、张同志，我能不能麻烦你们一件事？我知道你们不是哈市人，你们离开哈市的时候带着我弟弟走，那些人盯上了他，他以后会很危险。哥，我不走，我走了，你怎么办？放心，你走了我没了顾虑，我一个人躲起来也很容易，保证谁也找不到。蒋少华自然不信，红着眼睛不肯答应。齐光荣都快急死了。行了，你们兄弟俩也不用争了，我可什么都没答应。两人皆是一愣，蒋少华很是尴尬，齐光荣又想恳求，周立伟直接抢先开口：“你跟我说说那个虎哥的情况。”经齐光荣一番介绍，周立伟他们才知道，齐光荣和虎哥老大是一个叫坤哥的。齐光荣管着城东和城南的黑市，生意要比虎哥负责的城西和城北好得多。渐渐的，虎哥很不服气，在齐光荣给坤哥汇报工作上交业绩的时候，把他当时所在的黑市给举报了。当时我看检查的人追得越来越近，在拐入一个巷子时，我就将东西丢了出去，谁知道当时那里站着2个傻子，我想收手已经来不及了，更不敢停下多说什么，只能祈祷那2个傻子没事。傻子周和傻子张都一脸便秘地看着齐光荣，想反驳2句什么，终是将要反驳的话咽了下去。后来我逃脱后，还专门去打听了下，没有人被抓起来，我也就放心了。至于那一袋子东西到底被谁捡走，我是真的不知道。可是虎哥一口咬定是我借机私吞了，那种情况下，最有可能是洪秀昌的人捡去了。可是坤哥去找了人，那边说根本没捡到任何东西，于是坤哥也怀疑上了我。接下去的事不用齐光荣说，周立伟他们也能猜出个大概。坤哥心狠手辣，对于背叛的人从不手下留情。我现在是他眼里的叛徒，肯定不会放过我。如果是我一个人，我还有把握逃脱，但是加上少华的话，所以我求求周师傅和张师傅，将我弟弟能带离哈市。他是个好孩子，还在上学，心地善良单纯，他不应该被我所牵连。周立伟看着这对苦命兄弟，捏了捏眉心。带走一个人真的那么容易吗？你敢信吗？男孩只因在路边救了个人，却被黑市的人盯上了，扬言要弄嘎他。知道坤哥的底细吗？知道一点，我有次无意中碰见过他和革委会的主任见过面。你了解这个革委会主任的为人吗？齐光荣皱眉看着周立伟：“周师傅，你想做什么？我劝你还是不要轻举妄动。这个革委会主任可是个狠人，咱们斗不过的。”谁说要跟他斗了？我就问问他的为人怎么样。据我所知，他当初是靠举报他前妻的娘家上位的。说说看。周立伟来了兴致，张亮和蒋少华也一脸好奇地盯着齐光荣。听说他前妻家以前是资本家，他也只不过是他们家的一个家仆，因为人十分聪明，长得也一表人才，加上那家人就他前妻那么一个女儿，就将他当儿子来培养了。后来他开始追求他的前妻，那家人都很高兴，两人顺理成章的结了婚，不过是入赘。后来呢？后来他是第一个跳出来举报并和他前妻一家划清界限的，说他从小被压迫，他也根本不喜欢他的前妻，都是他们逼他娶的，无非是看他长得周正，就要求他入赘。为了保决心，还硬生生的用刀在脸上划了一刀，至今都留有一条刀疤。周立伟咬着腮帮听着，这的确是个狠人，对别人狠，对自己更狠，与这种人为敌，那是十分危险的。之后他就顶着一张血脸，带头抄家，将他前妻家的钱财全都找出来充了公。大家都说他思想觉悟高，提倡跟他学习，坚决和资本家划清界限，还顺理成章的进入到革委会工作，没2年就当上了革委会的主任。这升职够快啊，2年的时间就坐上了一把手的位置，可见手段一般。这种角色我还真不想与之为敌。那他前妻一家怎么样了？还能怎么样？反正就是没扛住，没多久那2位老人就死了，他前妻也受不住自杀了。最搞笑的是，那位居然亲手安葬了他们，说是他们虽然是资本家，政治觉悟跟他不一样，甚至他曾经还受过他们的迫害，但他们毕竟还是自己2个孩子的亲人，亲手安葬也只是了断最后的这点情分。就因为他这一举动，又赢得了大家的喝彩，说他有情有义，是个好同志。他还有2个孩子？有的，一儿一女。当时他将2个孩子送去了别的地方，等他们回来的时候，正好是他前妻和前妻的父母死的时候。他对外宣称2个孩子也和他们划清了界限。现在这2个孩子多大？又在哪里？
他大女儿已经结婚了，嫁的还是革委会的副主任，儿子好像是下乡当知青去了。周立伟若有所思，也不知道这2个孩子对他们这个革委会的主任老子是个什么态度，是完全遗传到他们老子的基因，也认为他老子做的没错，还是说也就是迫于形势表象而已，可以找机会接触1、2，探探底。你知道革委会的副主任叫什么名字吗？齐光荣怔怔地看着周立伟，提醒道：他是革委会主任的女婿。我知道，但你也说了，只是女婿，那位主任之前还不是做人家女婿的，结果呢？要知道，如果他老丈人真的空出了这个位子，收益最大的人是谁？可不就是他这个女婿吗？可是你刚才不是说不跟他斗吗？不是斗，是反击。与其等着让别人打，还不如主动出击，让别人没有力气来找茬。可是这样很危险。那又怎样？被动不是更危险？还是说不反击你有更好的办法？坐着等死吗？齐光荣一噎。是啊，不反击还能怎么办？只有死路一条，反正是死，还不如放手一搏。我嘛，还有一点生机。齐光荣瞬间想通这些，顿时乌青的眼里迸射出了炽烈的金光。他叫陈达，我们之前有过接触，别人不知道。你要是想见他，倒是可以提一下我的名字，就是不知道他现在听见我的名字会不会避之不及。知道了革委会副主任的信息，周立伟就拎着2包点心直接上门了。你找谁？开门的是陈达，27岁左右的样子，中等身材，标准的国字脸。周立伟往屋里瞄了2眼，看见一个脸上有刀疤的中年男人坐在沙发上，瞬间就确定了他的身份，是那个划伤自己的革委会主任黄国栋。陈大哥是吧？我老家来的。陈达眼神闪了闪，他老家可基本没什么亲戚了。你打哪儿来？我打老家来。陈达只愣了1秒，就笑着将人迎了进来。原来是从老家来的，快请进，我这都好久没回老家了，你是哪家的我都有点记不清了。周立伟进了屋，就感觉屋里气氛好像不怎么好，剑拔弩张，火药味十足。陈哥，我是立伟啊，周立伟，就是你二大爷堂表姑父家的大姑子的小舅子的孙子。那个我二大爷，还有那个啥小舅子，他们身体都好吧？还好，都还好，就是都念叨陈哥你，说你如今出息了。段美华撇了撇嘴，阴阳怪气的插嘴：我说珊珊啊，你和陈达长点心吧，什么穷亲戚都往屋里领。我家要接待什么亲戚，不用一个外人指手画脚。说着还站起身，好像故意跟他那个后妈对着干一样，对着周立伟很热情。是立伟兄弟啊，你坐着跟你陈达哥聊聊天，嫂子去给你倒杯茶。周立伟假装听不懂段美华的意思，只笑着回应黄珊珊：谢谢嫂子。老黄，你看珊珊她怎么说我是外人呢？我可是她后妈，从小到大我对他们还不好吗？珊珊现在是个孕妇，脾气难免有点带，你做姨的多担待点。有点意思，姓段的自称是后妈，姓黄的却说他是做姨的。陈达啊，既然有亲戚来了，你和珊珊就先招待客人，我和你们段姨就先回去了。我给你们交代的事情，你们俩上点心。说着还似笑呵呵地对着周立伟点点头，才抬步离开。陈哥，那女的是谁啊？咋还朝我挤眉弄眼嘞？是不是看上我了？哎呀，我可是有对象的人，咱们都是正经人，可看不上他那样的。陈哥，你回头跟他说说，就说我看不上他，以后见了别对着我发骚。话落，他就听见身后响起了一个银铃般的笑声，原来是黄珊珊从厨房端茶出来了。周立伟听见这笑声，再看看陈达的表情，顿时放下了心。我知道你不是我老家的，说吧，你是谁？来找我有什么事？陈主任认识齐光荣吧？他让我来找你的。我就知道你跟那小子熟悉，什么老家来的人，也就他跟我说过这样的话。他昨天差点被人打死扔到了野外，陈主任知道吗？陈达大惊失色。他现在人怎么样了？周立伟见他有点着急的样子，心神动了动，暂时脱离了危险，不过接下去能不能保住命还有未可知。什么意思？动手的是虎哥他们一行人，应该是坤哥默许的，而且扬言不会放过他，也不会放过救了他的人。陈达吸了一口气，看着周立伟不说话。黄珊珊在一旁捂着微微隆起的肚子，屏住了呼吸。救他的人是你？对，就是我。你们想怎么样？我们自然想反击，只是据我们所知，坤哥后面有人罩着，陈主任觉得我们又该如何？他们都明白，坤哥背后的人就是黄国栋。这话意思其实已经很明显，反击的话势必要得罪黄国栋，就是要连他一块反。我和光荣也算救时，他受伤，我理应伸出援手。可是坤哥以及他那背后之人有些邪门，手段多而且残忍，我也无能为力。反击的办法我有，就是看陈主任敢不敢答应。黄珊珊似乎也听懂了他们的对话，还不等陈达决定，黄珊珊就迫不及待地答应了下来。有什么不敢？你有什么好办法？只要可行，我们就无条件答应。周立伟看向陈达，眼神询问他女人说的话可算数。陈达点头。周立伟没有说出他有什么办法，而是对黄珊珊道：先说说你的想法，你真的愿意？我为什么不愿意？他当初那么对我母亲，还有我的外公外婆，他们明明是那么好的人，他却为了一己私利，逼死了他们。他早该下去给他们道歉了。珊珊，不要太激动，小心肚子里的孩子。放心，岳母和外公外婆的仇，我一定会给他们报的。接着，陈达侧头看向周立伟，我知道你是想看看我们的血腥，你放心，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比我们更想看到他去死，所以
只要你真的有好的计谋，我一定会好好配合。周立伟颔首，试探到这一步已经够了，没再犹豫，将他和齐光荣商量好的计划说了出来。等他说完，陈达却是摇了摇头，不可行。我们也知道那个叫坤哥的一直在替他做事，黑市赚的那么多钱，大部分都是落入了他的口中，但是他藏到了什么地方，我们一直都没找到。还有我外公外婆家的东西，当初他上交的也就是其中一小部分，大部分的东西都被他私藏了，也不知道藏到了什么地方。周立伟眉头紧锁，没想到黄国栋居然这么能藏东西，做事也能这样滴水不漏，连一点把柄都没有。他的家里你们都有认真仔细检查过？检查过，连他的卧室都去查过，我们去帮忙搞过几次大扫除，家里里里外外都翻遍了，也没发现什么异样。这时候周立伟也有点想不通了，那么多钱财能被他藏到哪里？陈哥，黄姐，我有一个办法可以不用去找到那些他藏起来的东西，就是不知道你们愿不愿做。什么办法？既然家里没有任何可疑的东西，那咱们能不能就制造一点？上集说到，周立伟为了扳倒黄国栋，和陈达三人开始计划一些细节。伟哥，真的不用我一起去吗？不用，你就在招待所守好那一车的货就行，那可是公家的东西，是国家财产。说着，周立伟就收拾好东西，拿着车钥匙下了楼。周立伟直接找到放哨的人，我找你们虎哥，有笔大买卖。一个长得像瘦猴的人上下打量着周立伟，语带警惕。我们不做买卖，是吗？要是不做，我找别人去了。你要是坏了虎哥的好事，也不知道你好不好交代。说完就做事要走，瘦猴连忙叫住了他。等等，你先说是啥买卖？周立伟提了提手，让对方看清了是什么东西。瘦猴眼睛一亮，原来是酒，这可是好东西，紧缺的很。你稍微等一下，我去问问虎哥的意思。行，你跟虎哥说，我路过这里，经人介绍来找他的，现在就有一车货，他不要我立刻拉走。没多久，瘦猴就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同志，我们虎哥说想先见见你，跟我来。周立伟点点头，顺手给了瘦猴一包烟。辛苦了，兄弟。瘦猴很是惊喜地接过烟，谢谢老板。然后主动跟周立伟说道：今天除了我们虎哥在，还有我们老大坤哥也在。老板，偷偷告诉你，我们坤哥比虎哥更好说话，你这生意今天肯定能有个好价钱。周立伟笑着道谢，这包烟没白送，坤哥也在的话更好。你们这安全部经常有人突击检查吗？放心，安全的很。咱们坤哥是谁啊？要是有人来检查，咱们会提前收到通知；要是没收到通知，我们在各个口子上都有人，也会提前收到。周立伟假装放心的点点头，跟着瘦猴七拐八拐就拐进了一间普通的民房。听说你手里有好东西，看看。刚从外地运过来的。坤哥和虎哥都来了兴趣，这个年代本来就缺粮食，更不要说有多余的粮食拿去酿酒。青城弄来的。周立伟点头说是。有多少？你们想要多少？坤哥愣了一下，抬眼打量了周立伟一番，勾唇笑道：我要多少就有多少。周立伟皱眉，一脸为难。坤哥见他这样，哈哈大笑。在他看来，周立伟就是个初出茅庐的愣头青。虎哥也跟着笑。小伙子，你就直接说你有多少货就行了，不用耍那些小聪明。周立伟面露尴尬，又适当的表现出了强装镇定。目前有一车货，3000箱，你们能要多少箱？什么价格？1箱8块，里面4瓶。行，你那一车我全要了。虎哥动了动嘴皮子，眼珠转了转，终是没说话。真的？那我什么时候可以把货送来？还是你们自己去取？你们货在哪里？在招待所院子里。坤哥有点好奇，这人明显是搞投机倒把，怎么敢大咧咧的将货放在招待所那个地方？周立伟似看出了他的疑惑，挠头憨憨道：我就是路过哈市，有正式工作和介绍信，车停在招待所，有门卫守着也安全，他们也不会怀疑什么。坤哥点头，这小子有几分小聪明，还是你送吧。行，我送的话就等明天凌晨，白天的话总不太方便。要是晚上我怕招待所引起怀疑，毕竟没有一到晚上就赶路的，只有说早起赶路的。坤哥觉得他说的有道理，点头答应了下来。就交易的地点和具体时间又确认了一番，周立伟才激动离开。革委会这边，陈达来到黄国栋的办公室。爸，等下我带珊珊去家里吃饭，说一下你们昨天说的事情。我已经跟珊珊做了一晚上的思想工作，她终于松口了。不过她说她还要爸跟段爷的亲口保证，最好有个书面保证才行。爸就知道你会来事，晚上我让你们段姨做2个好菜，到时候我们爷俩好好喝一杯。陈达笑着答应，态度很是恭敬。让我劝弟弟回来也行，但我有一个要求，和高家姑娘的事要看他自己的意思，他要是没看上，谁也不能逼他。这是自然，我原本也就是这个意思。口说无凭，我要你们签一个保证书，保证书我都准备好了，你们只要签字就行。说着还示意陈达拿出他们早就准备好的保证书。陈达看着黄国栋和段美华笑笑，假装无赖的掏出了保证书递给了黄国栋。黄国栋接过一看，也就2句话，无非是刚才说的2点，他觉得没什么，就准备签上大名，才发现手边没笔，就拿着保证书起身去书房找支笔签字。他刚起身，段美华就起身跟在黄国栋的身后。我陪老黄去找笔，顺便也一起将字签了，你们先吃着。待黄国栋和段美华的身影消失在2人的视线中，黄珊珊赶紧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小包纸团，直接撕开了2半，
将里面的白色粉末倒入到那碗蛋汤中。这时黄国栋就和段美华从书房出来了。黄珊珊若无其事地将纸团捏进手心，顺势拿起勺子搅拌了一下蛋汤，做出想盛汤喝的样子。珊珊，你坐着，要喝汤我跟你生。黄国栋满意地看着这一切，将保证书递还给了黄珊珊，坐下又开始吃饭。黄国栋和段美琪两人喝过汤后，没多久药效就发作了，双双倒在了饭桌上。陈达和黄珊珊赶紧将他们拖回了卧室，脱了两人的衣服，就将人丢在了床上，又将事先准备好的信件放进了书房一个十分隐秘的地方。与此同时，周立伟也驾着货车来到和坤哥约定好的郊外，虎哥已经带着人在那里等着了，他们也开了一辆卡车，此时正横在路中间。周立伟观察了一下，坤哥没有来，来的只有虎哥和4个彪形大汉。表面看跟着虎哥的这4人是来搬货的，但周立伟怎么觉得这几人像是来打劫的？握紧了那根上次没用到的3尺钢管，才将门打开。见他打开车门，几个彪形大汉一哄而上。这时周立伟用尽全力推开车门，前面的2人被车门撞得向后倒去，后面的2人下意识接住前面的2个，还不待他们扶着人站稳，周立伟就跳下车，钢管就直接捅了上来。虎哥的心态快崩了，没想到带了4个身手不错的打手，这眨眼的功夫全都废了。兄弟，咱们可是说好了交易的，可不行动粗。老子什么时候说跟你们交易了？不是你们拦路抢劫吗？不是你说要。话没说完，似乎明白了什么，不可置信地瞪向周立伟。你赢我们？被你看出来了，那老子就不废话了。说吧，坤哥在什么地方？虎哥眼珠转了转，原来这人的目标是坤哥，看来是坤哥得罪了什么人。这人的武力值还不错，要是真的能将坤哥干掉，自己是不是就可以趁机上位？想通这一切，没任何犹豫的就出卖了坤哥。周立伟将几人都用绳子给绑了，还去了他们车上搜刮一番，将那2万4的货款给拿了，其他几人身上的财物都没动。兄弟，你看这钱你也拿了，坤哥在什么地方？我也告诉你了，你是不是得将我放了？周立伟像看傻子一样的看着他。你在想什么屁车呢？等下如果能找到坤哥，就放了你，钱也分你一半。虎哥眼神一亮，真的？真的，我要对付的不是你，是坤哥，只要能逮住坤哥，就没你什么事了。好，那我们现在就去找坤哥。不急，再等一会儿。虎哥不知道还要等什么，但还是乖乖的焦急等着。也没等多久，就听见了警车的声音。兄弟，这是个什么情况？记住，一口咬定你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坤哥让你来的，你只有将自己摘干净，我就能将你捞出来。虎哥拼命点头，心里慌的一批。做他们这一行的，最怕就是跟公安打交道。伟哥，你没事吧？没事，我很好。话落，就向张亮身后的几个公安伸出了手。麻烦公安同志了，为人民服务，应该的。回到派出所，公安开始例行问话。周同志，说说具体情况。今天早上我们早早的就出发了，想着能早点到家，谁知刚出城没多久，就看到前面横着一辆车，还有几个彪形大汉，一看就是拦路抢坤的。于是我就让我同事偷偷下了车去报警。他的话跟张亮当时报案说的是相吻合的，公安对这点没什么异议。你是怎么以1敌5的？你的身手很不错嘛。我们跑车的会经常遇到拦路抢劫的，车上都会准备一些防身的东西。他们围上来的时候，不知道我手上有家伙，又看我只有1个人，也没警惕，我就趁其不备，先发制人，拿着钢管将人打了。几个公安看着还捂着裤裆一脸痛苦的3人和抱着头哼哼唧唧的壮汉，眼角都直抽抽。你确定是将人打了，不是捅了？这边周立伟的问话基本结束，可那边4个受伤的人说的跟他的口供对不上。我们就是来运货的，不是抢坤的。谁知他二话不说上来就打，还将交易的钱给拿走了，2万多块全拿走了，1分不剩。冤枉啊！我是我们公社农机站的司机，这批货是给单位运的，我怎么可能拿去卖钱？再说那么多钱，我可是1分都没看到。我现在兜里浑身上下也就剩下10几块了，不信你们只管搜。钱被他藏到车上了，我们看到他藏的。几人说的信誓旦旦，不像撒谎。周立伟的语气也很坚定。公安同志，你们只管去车上搜，就是将货全搬下来，每个纸箱打开检查都没问题。要是还不放心，将卡车拆了，我也全力配合，只要将车子能重新装上就行。审讯室里，虎哥也正在交代。是坤哥让我带人去拉一批货，只说有人会送到东郊外。是让你们去交易吗？是不是给了你2万多块钱？虎哥想到周立伟的承诺，连连否认。没有，没说是去交易的，也没给我什么钱。那是让你们抢坤去的，也没让我们抢坤，只说有一车货让我拉回去，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公安拿着虎哥的审问记录出来，和其他工作人员对口供，最后公安得出结论。这个叫虎哥的最狡猾，想一推3、5、6，因为啥都不知道，想将自己摘干净。不过他也说没有什么钱，看样子是那几个劫匪想拉周同志下水，估计是看周同志差点将他们废了，想报复了，也有这种可能。不过我们还是要检查一遍，并且还要仔细检查，要是真的冤枉了人家周同志，也能还他清白。接下去就是一系列的检查，周立伟的身上和行李中，包括张亮也一并检查了。最后从周立伟的裤衩兜里搜出了10几块钱和几张票证，在张亮的红色裤衩兜里搜出了100多块和一些票证，并没有找到2万块钱。过了将近半个小时，去抓捕坤哥的几个公安回派出所的时候，将那边的消息也带了回来。坤哥跑了，一起的还有特务黄国栋和他爱人段美华。
周立伟心紧了一下，怎么会让他们逃了？公安同志，那个坤哥就是主谋抢我们货的人吧？他怎么逃跑了？是你们去抓人的时候逃跑的吗？不是，这人还牵扯进另外一起案子。我们到的时候，他已经被另一起案子的同伙给带走了。周立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看样子陈达那边并不顺利，还真是老狐狸。黄国栋的确是只老狐狸。昨晚他和段美华喝了掺了安眠药的汤，因为药效不足，凌晨3点左右就醒了。他的疑心是很重的，对于自己突然睡着很是怀疑。起身去了客厅，没发现什么异样。可就在这时，他发现了书房有些动静。陈达，你在做什么？黄国栋突然进来质问，让陈达吓了一跳。看着被撬开地板，他知道怎么解释也没用了。爸，你们醒了。昨晚你和段姨不知道怎么就在桌上睡着了，我不放心，就留了下来。本来是想进书房看看书，结果坐在书桌这里的时候，发现脚下不对劲，我就将书桌挪开了看了看，没想到不是我的错觉，还真的有问题。爸，你看，这下面好像是个通道。黄国栋直直地盯着陈达，二话不说就撩起书房那把唯一的椅子就朝陈达砸了过去。距离太近，陈达来不及躲避，脑袋被砸得嗡嗡的。段美华听见动静也过来了，一看这情形，赶紧上前帮忙。死到临头了，居然还笑得出来。我为什么笑不出来？我就算是死，也要拉2个垫背的。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们以为嘎了我就能逃得掉吗？我早就报警了，公安马上就要来了。黄国栋脸上一变，将陈达一拳打晕后，就急忙去了客厅拨了一通电话出去。结果还真有他的举报，顾不得其他，只想着逃命要紧，又拨通了坤哥的电话，让他开一辆车在老地方等。而坤哥这边刚将虎哥送走，就接到黄国栋的电话，知道大事不妙，带上钱财，就一个人开了辆皮卡车去了约定的地方。只是他不知道的是，他的车后面还有一个骑着自行车的人吭哧吭哧的跟着。林从看到停在院门外的车子，心定了定，就走到离这处院子较远的一户人家，敲响了房门。谁呀？这个点来敲门，不让人好好睡觉。一位中年大叔打着哈欠开了门，林从见门打开，很利索的就推着自行车进了院门。来，你谁呀？怎么钻到我家来了？大叔，帮个忙，我是帮公安抓坏人的。林从压低声音说道，从裤兜里掏出5块钱递了过去。大叔，帮忙去派出所报个警，就说有特务要跑路了，只要帮忙跑一趟，这5块就给你，等回来再给5块。这时候，大叔的2个儿子也出来了，其中一人接过林从手里的钱，惊喜道：爸，还真是5块钱。陆续又从屋里出来了几个人，他们只商量了2句，就答应帮忙去派出所跑一趟。特务有可能在公安赶过来之前想要逃走，你们要是能帮忙将人抓住，可以再多给你们一点钱，派出所肯定也会奖励你们的。这家人很激动，拿钱的那个男人问：有多少特务？目前我知道的就1个，就是不知道那屋还有没有同伙。我们到时候看，对方人少我们就上，要是人多我们抓不住，我也不敢让你们去冒险。同志，你放心，抓特务是我们每个人应尽的义务，就是不给钱，我们也会干的。最后去派出所报案的是这家最小的儿子。林从想小三快点，在他出门的时候还将自行车推给了他。小三咧着嘴高兴得很，推着自行车就出了院门。等小三一走，林从就问这家人要了1颗螺丝钉，然后摸黑到了坤哥的车子边，扎破了车子的2个轮胎，随后又回到那家人家里，躲在院门后时刻关注着坤哥那边的动静。约莫又过了10几分钟，终于等到坤哥再次出来了。可惜了，那么多好东西都带不走。我们带不走，别人也休想拿到，总有一天我会回来拿走所有的东西。3人还没上车，坤哥就发现了不对劲，车子的轮子瘪气了2个。操他妈的，这个时候漏气了，怎么回事？黄哥，车轮坏了2个，现在走不了。换轮子要多久？换轮子不行，就1个备胎，可现在坏的是2个轮子。黄国栋脸上的刀疤抽动了2下。我们骑自行车走，行李也少带2个。段美华一听行李还要少拿，很是不乐意。本来带的就少，还要少2个啊？你可以自己带，自行车就2辆，还要拖上你这个累赘，你觉得还能带几个箱子走？段美华知道黄国栋真的生气了，他不敢再造次，只小声嘟囔：什么叫做我是累赘？以前让我做事的时候怎么不嫌弃我是累赘？就在这时，埋伏在四周的村民二话不说就将他们给按倒在了地上。你们干什么？光天化日之下还敢抢坤？放手！你们放手！你们知道？还不等他将话说完，嘴里就被塞了一块臭布，人也被五花大绑，将人绑好了又拖进院子，然后所有人都坐在院子等着。也就10几分钟，公安就到了小三他们家，看见被绑的3人，心里不得不感叹：群众的力量就是强大。今天抓的犯人基本都是群众帮忙搞定的。林从跟着回派出所录口供，将他怎么跟踪和求助小三一家人抓住3人的事都一五一十的说了。你怎么那个时间会去跟踪坤哥？我一个兄弟前2天被坤哥打了，我想给他出气，准备大晚上的趁他起夜的时候不注意将人偷偷揍一顿，没想到守在屋外自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是被卡车的发动声给吵醒的。那卡车开走后没多久，我正犹豫着要不要继续蹲点，就看见坤哥急匆匆的开车走了。我看他神色不对劲，就骑着车跟上了。后来我跟到他停车的那个院子外，
就发现他来来回回的往车上搬了好几箱东西。等他进屋后，我爬上车查看了一下，吓了一大跳。好家伙，金光闪闪的，他肯定在做不法勾当，搞不好就是特务。我赶紧找到小三家帮忙，通知了你们公安。公安虽然听着觉得很巧合，但是也没证据证明他说的是假话。对于他半夜想揍人的想法，只能不痛不痒的教育了2句。你俩还真是难兄难弟，有难同当啊！周立伟看着躺在一个病房的齐光荣和陈达，笑着调侃道：“那是，有福也同享。我和亮子今天就要走了，下次等你过来，我们哥几个好好喝一杯。自然，下次过来要庆祝一番。”齐光荣给蒋少华使了一个眼色，蒋少华就从病房的床底下拖出一个布袋，递给了周立伟。周立伟打开一看，原来是那笔2万4的货款。周立伟将钱分成了3份，他、齐光荣、陈达3人1人1份。谁知齐光荣和陈达都不要这笔钱。这是你应该得的，我们不要。拿着，也是你们该得的。这次大家都出了力，少华、亮子、林从，还有小三和他的家人，都功不可没。陈哥就更不用说了，大家的功劳我都知道，这份是你和亮子的，你别忘了我之前可是跟着坤哥干的，我们其他人的自然少不了。周立伟听明白了，也就没再拒绝。那行，我就不推辞了。车上，张亮手里捏着一沓钱，激动的眉飞色舞。哈哈，伟哥发了，这次是真发啦！我就知道跟着伟哥混肯定错不了。以前我老娘还觉得我眼睛小，怕是不好娶媳妇。哼，现在看谁还敢嫌弃我眼睛小。我眼睛小，但是眼光好啊。跟着伟哥，别说1个媳妇，就是10个，那都能轻松砸回来。真要砸10个回来，你敢不敢要？那确实不敢要，要了估计1个流氓罪跑不了。我就敢想想。周立伟看他那手舞足蹈的兴奋样，心里也高兴。行了，你都数了一路了，你将钱分好，我那份直接塞到我包里就行。好嘞。张亮提过周立伟的京都皮革包，拉开拉链就往里面开始塞钱。哎，等会儿，亮子，你有没有塞多了？伟哥，不多，我本来就没出多大力，计划是你想的，也是你实施的，我啥也没干，拿2000都有点多了。跟我还谦虚上了，你要说你不喜欢这大团结，我也不逼你。喜欢是喜欢，就是真不好意思要太多。行了，少废话，你拿1万。谢谢伟哥，我这一下就是1万元户了。周立伟也好心情的笑着附和。是啊，2个1万元户回家了。周立伟将张亮送回农机站后，就开着车载着3大件回到青山大队。周大哥，你回来了。周立伟伸手摸了摸他的头，回来了。小周同志，你吃了没？秀秀，赶紧去厨房给周知青煮碗面条，记得加2个鸡蛋。云秀听见母亲的交代，转身就要去厨房。不用了，婶子，我在公社吃了才回来的。听见他说吃过了，云秀也就停下了脚步。云大哥，朝阳，帮忙拿一下东西。云朝辉和云朝阳这才注意到车上的3转1响，顿时心里一喜。李阿姨，你还真弄到3转1响了。我手里有票，就买了。哇，这就是收音机。云朝光看见收音机，就一把接了过去。呀，这缝纫机还是密封牌的。高桂香看清缝纫机的牌子，也惊呼出声。云秀看见缝纫机，也是2眼放光。小周啊，你看这些东西多少钱？婶子这就将钱拿给你。云婶，先不忙，等你问了云小姑他们再说。他们要是还需要再给我钱不迟，要是暂时用不到，那就放家里，我们自己用。云家兄弟也没想太多，听话的将东西搬到正屋。高桂香点燃一个煤油灯，摸着缝纫机爱不释手。云秀也直勾勾的盯着缝纫机看。周立伟将他的行李包随手扔到地上，看云秀那很想上脚踩缝纫机的小模样，心里好笑。婶子，这缝纫机也不知道在路上磕到碰到没，你帮忙拿块布试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还不等高桂香回应，云秀就转身往他的房间跑去。娘，我去。很快他就端着一个放针线、剪刀还有碎布头的篮子出来了，迫不及待地坐在了缝纫机前。先是给机子上穿针引线，高桂香怕女儿看不清楚，将煤油灯举到缝纫机旁，灯光映在小姑娘略带婴儿肥的脸颊。周立伟一时有些怔住。秀儿妹妹，这缝纫机好用吗？好用。云秀微微低下了头，不知道为什么，听见他叫她秀儿妹妹，她的心就会漏跳一拍。好用就好。云叔、云婶，这是我这次从青城带的一些特产，给你们尝尝。时候不早，我就先回屋了。哎呀，小周，东西你自己拿回去放着慢慢吃，哪能每次都送给我们这么多东西，多破费啊！高桂香说着就要将东西还给周立伟，周立伟哪里肯要。云婶，您这样就跟我见外了，这些都是人家送给我的，我都没花钱。再说我住在你们家已经够给你们添麻烦了，这点特产您就不要跟我客气了。话落，就提着行李离开了。高桂香看着没入黑暗中的身影，笑着对云松山说：“这小周真是不错，多好的一个小伙子啊！我得好好物色物色，给他介绍一个好姑娘。”你也说了人家是个好小伙，就不要给人家瞎找了，估计人家以后要回城娶城里姑娘的。高桂香想想也是这么回事。行了，知道了。那啥，朝阳，你去烧一锅热水，等下让小周好好洗个澡。云朝阳乖乖的烧水去了。伟哥，我给你烧了洗澡水。周立伟很是感动。好，我马上来，谢了。
朝阳。周立伟舒舒服服地冲了一个澡，回到屋里将带回来的14000块钱藏好，安心入睡。高鹏那对象一家真不是人，简直欺人太甚，还说什么要3转一响才能嫁。我们都积极在想办法了，谁知道人家早就找好了下家。今天高鹏高高兴兴的去告诉他弄到了3转一响的好消息，居然就碰见那女方家和别的男人在谈婚论嫁，听说彩礼都给了，真是气死个人，哪有这样办事的？云松山和云秀齐齐皱眉，显然都不是很高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咱们家小子婚事都不怎么顺，朝晖这么大年纪了也没个对象，高鹏好不容易有个对象，还碰到个极品，大家脸色更难看了。周立伟也不好说什么。娘，大表哥不结婚了，是不是就用不到这收音机了？那咱们是不是就可以留下？经他这样一说，高桂香和云松山他们都想到了这茬。对对对，小周同志，你看一下这些东西要多少钱？我把钱给你，他小姑家现在用不到，这些好东西我们留着，以后朝晖他们也用得到。婶子，我昨天不就说了吗？小姑不要，东西就放家里，咱们自己用，不用给钱。本来您不说这些东西，我也是要买的，我手里的票都快过期了，不买也是浪费。几双眼睛都齐刷刷地看向周立伟，眼里都透露着不相信。这怎么行？婶子，真不用，收音机我自己也喜欢听，你想要我还舍不得。缝纫机就放你们屋，以后我做衣服就直接找婶子或是秀儿妹妹帮忙。自行车我一个同事需要，正好可以给他。至于手表，你们要是想要倒是可以给你们。那手表多少钱？120块。周立伟按照供销社的价格报了价，随后拿了一块上海牌全钢手表。高桂香二话没说，给了周立伟120块。小周啊，婶子就不跟你客气了，知道占了你的便宜，以后你有什么事只管开口，让朝晖、朝阳他们去做。好的，云婶，我不会跟你们客气的。说着就想转身出门。云婶，先不聊了，我先洗衣服去了。小周，你不用去洗，婶子去给你洗。以后你有脏衣服只管拿过来。周立伟哪能让未来丈母娘给他洗衣服，拒绝道：云婶，哪能让您帮忙，我自己去洗。几件衣服而已，很快的，反正我们也要去洗衣服。顺手的事，秀秀，你去洗家里的衣服，顺便将小周的衣服一起洗了。云秀一脸懵逼，抬头愣愣地看着他娘，小声道：娘，我要做饭。你这丫头，叫你去洗衣服就去洗衣服，饭我来做。可是家里的脏衣服我一大早就去洗了。这女儿咋这么没眼力见？那你就只洗小周的衣服就行了，她就放在屋檐下的，我刚都看见了。云秀慢腾腾地起身，低着头小声应了声，然后走了出去。周立伟此刻心里其实是矛盾的，小妮子能给他洗衣服，他觉得挺幸福的，可是他又不想他去受累。云婶，这次衣服多，我自己去洗，下次我再让你们帮忙好吧？小周，你不用管，就让秀秀去洗，家里他哥哥们的衣服基本都是他洗的。来来来，小周，你帮婶子去杀鸡，今天婶子给你炖鸡吃，看你出去10几天，人都瘦了一大圈，今天给你好好补补。周立伟拎着鸡脖子，一刀下去，脖子就断了。高桂香看得眼角直抽抽。小周啊，第一次杀鸡呀。周立伟想想，这辈子好像还真是第一次，如实地点点头。行，你去洗个手休息下，剩下的婶子来就好。周立伟心中顿时一喜，麻利地洗了个手，急急忙忙往河边赶去。秀，那个你回吧，衣服我自己来洗。云秀诧异地抬头，看见是周立伟，本就红扑扑的脸一下子更红了，迅速低下头。不用，我洗就好，不然我娘会说我的。周立伟叹气，这傻妮子，担心被骂，所以害羞也要洗是吧？算了，将裤衩和袜子挑出来自己洗，让这妮子帮忙洗衣服裤子就行。云秀红着一张脸，见他将袜子和裤衩混在一起洗，忍了忍，还是小声提醒道：那个周大哥，洗衣服不能将袜子和贴身穿的衣物混在一起洗。周立伟十分尴尬，又全部倒了出来，重新分开洗。秀儿，你是在公社初中上学对吧？不过马上要去县里了，我考上了县一中。挺厉害的，听说县一中不好考。也是运气吧，我们学校考上了4个，我原本想着能考2中就很不错了。你们高中要住校吧？多久能回来一次？要住校，听说1个月能回来一次，一次放4天假。周立伟了然，现在很多地方都是这样，不是每个周末都能回家的。两人洗好衣服，周立伟将大部分衣服都放在了他端的这个盆子里，让云秀就端着一件衣服先行离开。要是他跟云秀一起回去，走在路上被人看见了，估计唾沫星子就能将他家秀儿淹死。周知情，你回来了。突然就有个身影窜出来挡住了视线，周立伟皱眉看着面前这个搔首弄姿的女人，又退后2步，一脸警惕。麻烦让让，你挡我道了。沈桃花一怔，这周知情怎么不按套路出牌？他不应该如痴如醉的看着自己吗？怎么会是一副避之不及的模样？那个
周知青，你好，我是沈桃花。听说周知青很优秀，我希望能向周知青靠近，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周立伟的眉头皱得更紧了。这女的说的这么好听，什么靠近，共同学习，共同进步，说白了还不就是想勾引我，想跟我处对象，想嫁给我这个从城里来的知青。不好意思啊，我这人对花过敏，所以麻烦离我远点，千万不要靠近。见这女的还没有让路的意思，干脆就直接绕过去大步离开。沈桃花看着远去的高大身影，一时还有点没反应过来。他对花过敏，为什么要让自己离远一点？这边周立伟小跑着回到云家后，自以为伤了这女的面子，以后他会离自己远点。只是没想到，他这边刚将衣服晾好，那女的居然找上了门。秀秀，你在家吗？云秀从屋里出来，看见是沈桃花，还真是一个美人啊，难怪江大哥迷得五迷三道的。桃花姐，你找我有事？秀秀，我找你教我做衣服。昨儿我娘给我买了一块花布，让我自己做件衬衣，我手艺不好，怕糟蹋了，你帮帮我。沈桃花说话嗲声嗲气，也许大多数男人都抵抗不了这种声音，但是云秀听着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不过都是一个村的，云秀也不好拒绝。进来吧，桃花姐，刚好我这会儿有时间，可以跟你一起做衣服。秀秀，要不你将针线篮子拿出来，我们坐在屋檐下做吧，这外面光线好，也凉快。桃花姐，还是去我那屋吧，我屋里有台缝纫机，做衣服快。沈桃花一怔，不可思议地看着云秀。秀秀，你家里给你买缝纫机了？云秀抿了抿嘴唇，她不好说缝纫机是人家周知青的，只能含糊道：不是给我买的，就是放在我屋里而已。沈桃花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这有什么区别吗？桃花姐，你是想让我帮你做，还是你自己上手？秀秀，你手艺好，还是你帮我做吧。云秀微微颔首，开始给沈桃花量尺寸。秀秀，你之前是去河边洗衣服了吗？我好像看见周知青也去了。我去给我哥洗了件衣服，周知青后来好像也是去了的。沈桃花对于这点倒是没怀疑什么，她觉得像周知青那样优秀的男人，看不上云秀这么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周知青怎么不住在知青院，搬到你家来了？说是知青点人多住不下，就先暂时住到我们家了。这周知青也太厉害了，年纪轻轻就会开大车。我听说像这么年轻的会开大车的，整个公社都很难找到一个。云秀垂眸，没有回应。桃花姐，你想做什么样式的衣服？你有没有好的建议？看桃花姐自己喜欢什么样。沈桃花想了想，那就做最近比较流行的泡泡袖。要是做这样的袖子，你这布料怕是不够。那算了，就不那样做了。不过到时候肯定会留下1尺来宽的边角料，我到时候给你做条带子，你系在头上或是领口都很好看。沈桃花一听，觉得也很不错，顿时喜笑颜开。好样，还是秀秀厉害。她都开始幻想穿着新衣服，头上系上同款的发带，会多么的漂亮。到时候不信周知青不会被她的美貌迷住。秀秀，马上要农忙了，周知青是留在村里帮忙抢收，还是要去农机站上班？云秀皱起了秀眉，脸色不悦。他不会是看上人家周知青了吧？此刻的云秀心里有种说不清的感觉，反正不太舒服。不知道。沈桃花还想着说什么，门口就响起了云朝辉的声音：小妹，吃饭了。说完，又笑看着沈桃花，不好意思的挠头。那个桃花，我娘让你也留下吃饭。今天我家刚好杀了1只鸡，你吃了饭再回。那怎么好意思呢？真是给你们添麻烦了。三人到达正屋的时候，云家人都已经围着桌子坐上了，周立伟也在，云朝光则是提着收音机想找个板凳放好。沈桃花没想到这云家不仅买了缝纫机，还买了收音机，心里嫉妒的要死。这云家怎么突然发财了？他们哪里来的这么多钱买这些东西？不会是云松山这个大队长贪了大队的钱吧？吃过饭，周立伟就想去公社一趟。既然那辆自行车云小姑家不要了，他就想去公社悄悄卖出去。周知青，你去公社开车能不能顺便带上我？听见这话的周立伟立马将车放好。我突然又不想去公社了。说完，还朝云朝光招手：走，小光，去我屋拿糖给你吃。云朝光一听有糖吃，暂时也不稀罕收音机了，跟着周立伟去了西屋。而周立伟自始至终都没给沈桃花一个眼神。沈桃花终于知道害羞了，脸色通红，也没等云秀将她的衣服做好，就随便找个借口先回家了。周立伟从箱子里翻出一瓶罐头，直接打开递给了云朝光：拿去和你姐分着吃。云朝光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罐头，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周立伟笑骂：你小子刚才应该吃饱了吧？这会儿还这么馋。嘿嘿，这可是桃子罐头啊，贼好吃。你跟你姐平分，不可以自己吃独食。要是让我知道你吃独食，下次就没你的份了。行，知道了，我跟我姐平分，多余的也给我姐吃。说完还小声嘟囔：真不知道你是想给我这个兄弟吃，还是想给我姐吃。这还差不多，要是每次多给你姐一点，我就另外给你奶糖吃。这下云朝光更高兴了。谢谢周大哥，你可真是我亲大哥。没多久，
云朝光就蔫头耷脑的回来了。周立伟好奇，你咋了？我姐将罐头倒在了一个碗里，分给我爹娘吃了，还有我大哥二哥，这么多人，一人一口就没了。他们吃了也就算了，还合起伙来骂我，说我不该要你的东西，下次要是再拿你的东西，就打断我的狗腿。我是人，又没有狗腿，随便他们打。所以，周大哥，你以后要是有吃的，只管给我就是。没问题。为了安抚未来小舅子刚才的失落，周立伟又给了他几块饼干。云朝光立马又满血复活。你咋过来了？听说伟哥回来了，我过来看看。你小子，我本来还想等傍晚凉快一点就去知青点找你的，给你带了一点青城的特产，等一下走的时候带回去。冯绍明没有拒绝。对了，伟哥，知青点说要聚餐，让你也参加，我过来也是想跟你说这件事的。聚餐？你们不是天天一起吃饭吗？还用得着聚餐？周立伟有点想不通，这些知青想干嘛？我们也没有全部一起搭伙吃饭，分了好几伙，主要是他们觉得你没住知青点，跟大家的距离越来越远，不利于团结。行吧，啥时候聚餐？明天晚上。今天啥都没准备，他们说你要是答应的话，明天下午早点过去，先和大家熟悉熟悉。后面来的那批知青，你好像都不怎么认识。行，明天上午我正好去公社一趟，称2斤肉回来。伟哥，你明天要去公社，带我一起呗。我想去供销社买辆自行车，没车不太方便。你想要自行车？是啊。周立伟拍了拍他的肩膀，你小子运气好，我这有辆新的，走去看看。你要是喜欢，就换给你了，你也不用往公社跑一趟了。说完就带着冯绍明来到正屋。伟哥，就是这辆吧，可真好看，居然还是永久牌的。冯绍明是越看越喜欢。伟哥，你真愿意将这自行车换给我？这有什么不愿意的？再说我已经有一辆了，这辆本来也是给别人带的，只是你想要，就先紧着你了，下次我再帮别人弄。谢谢你，伟哥，以后你有啥事尽管说。跟我你不用这么客气。冯绍明很是高兴。伟哥，这车多少钱？我现在就回知青点取钱给你。180块，你明天给我也行。谢了，伟哥，那就明天给你钱。不过我的自行车票是凤凰牌的，要不给你添点钱。跟我计较那么多做什么？你就是没票，我也不会多要你的钱。这下又将这个省小伙感动得差点哭了。两人又聊了一会儿知青点的人和事。从冯绍明口中得知，他不在的这10几天，知青点每天吵吵闹闹，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你要不要想办法也从知青点搬出来？周立伟好心提醒。伟哥，你愿意我搬来跟你一起住吗？周立伟淡淡的看了他一眼。不愿意。冯绍明脸上的笑僵住了。那搬出来住哪里啊？你可以找1到2个合得来的，向大队长申请一块宅基地，建个小屋子，不过就是要自己出钱。冯绍明眼睛一亮。伟哥，还是你有办法，我现在就回知青点找人商量。自行车我就先骑走了，明天再给你钱票，你到时候早点过去。行，我知道了。而另一边，沈桃花回到家后，就找到自己会计老爹，将自己在云家看到的一切都说了。你说云家有3辆自行车，还买了缝纫机和收音机。我亲眼看见的，而且他们的伙食也很好。今天中午还杀了鸡，蒸的苞米饭基本都是大米。沈克星很是震惊。现在谁家吃饭能吃大米的，还能吃鸡？城里人也不敢这么吃吧？桃花，你确定那些东西是云家的，不是姓周的那个知青的？缝纫机放在云秀那丫头的房里，肯定不是周知青的。还有那自行车，就算有周知青的，那也应该只是1辆，不可能他一个人买2辆。至于收音机，一直都是云朝光那小子在捯饬，8成也是他们云家自己的。沈桃花自认为他看到的没错，沈立新也觉得女儿分析的有道理。爷，这事我知道了，爹会暗中去查查。不过他随即又问道：桃花啊，你是真的不考虑云朝辉那小子？他小子在大队也是数1数2的好小伙，以后他估计要接他爹大队长的位子。再说你也看到云家的日子过得还不错，你嫁过去也是享福的。女儿才不嫁乡下泥腿子，我要嫁就嫁城里有铁饭碗的人，像周知青那样优秀的人。你看上人家周知青了？哎呀，我看上人家没用，这个周知青跟别人不一样，他好像对我没意思。人家刚下乡来不久，来了后也没怎么在村里待，就去了农机站上班，跟你又没怎么接触。你放心，以后接触多了，他就知道你的好了。沈桃花很是赞同地点点头。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以后要多去找他聊聊村里的生活，让他早点对我们村子熟悉熟悉。周知青，你帮我看看秀秀给我做的衣服是不是很漂亮？你是首都来的，眼光定是好的，你看看秀秀做的衣服是不是跟大城市的差不多？确实很漂亮。听见这话的沈桃花心里无比激动，都快忍不住要叫出声来。谁知周立伟看向一旁的云秀，认真的再次夸道：你手艺很不错，衣服做得很漂亮。云秀瞥了一眼沈桃花那僵住的笑脸，抿嘴偷笑。谢谢周大哥的夸赞。周立伟看着他家秀儿偷笑的小模样，真是稀罕4个人。
很快，周立伟便开车去往公社。路上，周立伟的脑子里一直在想他家秀儿给沈桃花做的那件衣服。云秀这么好的手艺可不行浪费了。齐光荣那里那么大的黑市市场，销几件漂亮时髦的衣服应该是不成问题。将车开到公社后，周立伟直接去了卖布的柜台。同志你好，为人民服务，请问你需要什么？周立伟的视线在货架上的布匹一一扫过，售货员很有眼力见，还不等他开口，就将这2种布料拿给他看。同志，你很有眼光，这2种都是卖的最好的高档布料。多少钱？的确良1块8一尺，外加1尺布票；凡立丁2块9一尺，也是加1尺布票。的确良和凡立丁各来10尺。女售货员眼睛瞪大，这还是个有钱的主。同志，是这样，10尺的的确良刚好可以做2件男士衬衣，但是10尺凡立丁，你要是做裤子的话，2条多了，3条又不够。你看要不要多买或是少买一点？周立伟没想到买10尺布只能做2件衣服，那就再各加10尺。女售货员拿出尺子开始量布，这20尺的的确良是36块，20尺凡立丁58块，一起就是94块，外加40尺布票。女售货员很快将布给他卷好，还热情地问了一句：“同志，还需要其他的吗？”周立伟看了看那些碎花棉布，想了想道：“碎花布什么价？5毛一尺，也要1尺布票。”说完身子还往前倾了倾，压低了声音：“也有不要票的瑕疵布。同志，你要吗？”要。周立伟没有犹豫就答应下来。虽然是瑕疵布，但是一点也不影响穿，瑕疵的地方都不会很明显，问题不大。你要多少？你有多少？我这有1匹，你全要吗？周立伟点头，全要。屈玲玲挑眉看了他一眼，跟旁边的同事打了个招呼，然后进了里面的仓库，过了好一会儿才出来。同志，这是你要的布，一共50。周立伟数了6张大团结递了过去。他知道这种瑕疵布一般不会拿出来卖的，基本都是他们内部消化，或是有关系才能弄到。今天这个售货员明显也是卖了他一个人情，又多给10块钱。许玲玲见多了10块钱，以为是他数错了，想抽出来还给他。周立伟直接用布压住了他的手腕。同志，今天谢谢你了。不客气，同志，我叫曲玲玲，以后同志有什么需要还可以来找我。周立伟将布匹放回车上，又去割了10来斤五花肉，买了盐巴、酱油等一些生活用品，弄好这一切才去了农机站。你今天咋过来了？来公社买点东西，顺便看看站里有没有活了。你小子刚回来才几天，就又想出去了？那倒不是，我就随口一说，您还当真了？哈哈，你小子还拿书开涮，中午留下吃饭，我让你婶整2个好菜，你婶子一天到晚都念叨你呢。张叔，今天我就不留下吃饭了，我早点回村还有点事情，过2天再过来。那行，过2天你过来，估计还要出去一趟。要是有哈市的行程最好，刚好有趟哈市的，到时候安排你们去。行，这趟跑了，暂时我要申请开拖拉机下大队，马上农忙了，我要回村帮忙，有台拖拉机要省事很多。行，到时候给你批。谢了，张叔，那我先回了，跟婶子说一声，过2天去看他。周立伟回到家时，家里就剩下高桂香和云秀。周大哥，你咋买这么大块肉？云秀顿时惊呼出声：“哎呦喂，小周啊，这不逢年过节的，你咋称这么多肉回来了？”我手里的票很多都快过期了，再不用都要作废了。今天刚好碰上还有肉，就买了。云婶，你帮我割一节下来，晚上我要去知青点聚餐，就带2、3斤过去，剩下的咱们留着自己吃。对了，我还买了富强粉，可以包饺子吃。这里还有10斤富强粉和30斤大米，也是粮票快过期就买了。哎呦，都是些金贵玩意儿。小周啊，以后婶子就单独做给你吃，你放心，婶子不会贪你这些东西的。云婶，说啥呢？您这样说可就见外了，没将我当成一家人。婶子哪会不将你当一家人？你跟朝晖、朝阳他们几个没什么两样。那就对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您既然将我当儿子看，我这个做儿子的给家里买点吃的不是应该的吗？高桂香高兴的嘴巴都快咧到耳根子后了。好，你可比朝晖他们几个强多了。以后啊，你就将这儿当做自己的家，有啥想吃的就跟婶子说，婶子就给你做。那婶子，咱今儿中午吃顿饺子呗？行，没问题，马上就做。高桂香就朝着呆愣愣的云秀喊道：“秀秀，去喊你大哥回来，他和面和的最好了。”云秀看了周立伟一眼，才应声出去。云秀走到田间，找到云朝晖，挥手喊道：“大哥，娘叫你先回去有事。”云朝晖听见云秀的喊声，高声回应：“好嘞，马上回。”等云秀和云朝晖回到家的时候，高桂香已经将肉分成3份，一份给周立伟带去知青点，一份中午包饺子吃，一份准备熬猪油。这个天气，肉也不能放，吃不完就只能熬成猪油。秀儿妹妹，我农机站的一个同事听我说你衣服做得好，也想让你帮忙做几件衣服，他给了手工费，我就替你答应了，布料也带回来了。他这话一出，云秀还没什么特别的反应，高桂香就激动地催促云秀赶紧去做衣服。那感情好，秀秀，厨房也用不到你，你现在就去做，好好给人家做，知道吗？
云秀也很高兴，重重点头。娘，我知道的。周立伟将云秀带到他的屋里，给他看带回来的布料。云秀吃惊，怎么这么多布料？周大哥，这些都是你同事让做衣服的吗？这碎花的不是，这匹布是我刚好在供销社碰到在卖瑕疵布，不要票，我就全买了。随后周立伟将布和写有尺码的纸张递给了他。的确良的布照着这上面的尺码做3件衬衣，法力丁做4条裤子，3条也是按这个尺码，剩下1条给我自己做。云秀将2卷布展开，粗略看了一下。周大哥，这布料有多，完全还能再做一套衣服。周立伟挑眉，没想到这丫头有这眼力，你到时候再做一套。我一个哈市的朋友也想要，不过我没他的尺码，身高大概175，体重140斤左右。好的，我知道了。他们给的是1套衣服2块钱，一共是4套衣服外加1条我的裤子。秀儿妹妹，你看咱们都是一家人，我的裤子就不给手工费行不行？周立伟用这种半开玩笑的口吻，纯粹是想让他能欣然接受这手工费。当然行啊。周立伟数出8块钱递了过去，云秀接过钱，笑得眉眼弯弯。为了感谢你不收我的手工费，我送你2米瑕疵布，你可以给自己做件裙子。云秀连连摆手，不用。怎么看不上瑕疵布？云秀知道他是故意这么说的，笑着白了他一眼。是啊，看不上瑕疵布。那没办法，我就只有瑕疵布。放心，这布我看过，不是破洞什么的，不会让你刚做好的衣服就塌不丁，只是染色的时候有点不均匀，不仔细看还看不出来。云秀又被逗笑了，笑完才正色道：周大哥，我是真不能再要你的布了。上次你给我娘的布，她拿给了我，我已经做了2身新衣服，不用再做了。上次那是给云婶的，这次才是感谢你的。其实还有事让你帮忙，事先贿赂你，让你无法拒绝。有啥事你只管说。周立伟也扬起嘴角，拍了拍碎花布匹，看到没，这么大匹布可都是要让你帮忙做成衣服的。你先照你的尺码做1件连衣裙和1件半身裙，不过要按我的样式要求来做，做好我看看效果，如果好看你就得帮我将这匹布全部做成裙子。行吧，那就谢谢周大哥了。中午云家的这顿饺子大家吃的都很满足，尤其是云朝光这小子，吃完饺子将碗舔的都跟洗过的一样。周大哥，你可真是我亲大哥，等会儿就去给你掏鸟蛋去。好，不过我记得有人上次就许诺过要给我掏鸟蛋的，直到现在我可连蛋壳都没见到。云朝光尴尬了，挠挠头。上次我真的去掏鸟蛋了，不过等我找到鸟蛋的时候，你不在村里，我只好自己吃了。这次我保证不吃，给你留着。行，那我就提前谢谢你了。不用谢，都是自家兄弟。下午，周立伟提着3斤多重的五花肉去知青点。周知青你来了呀，还带了这么大块肉，看来今天有口福了。冯绍明听见说话声，从宿舍跑了出来，一脸喜色。伟哥，你来了。周立伟笑着点头，将肉递给了林峰。昨天听少明说今晚聚餐，今早就专门去公社疙瘩。林峰一听，很是高兴。这个周知青也不是不重视我们知青点的集体活动。伟哥，先跟我去宿舍一下，我将自行车的钱票给你，担心等下忘了。周立伟颔首，跟着进了宿舍。你找人商量建房的事怎么样了？这宿舍味道这么重，梅熏晕2个，也是你们体质好？不是体质好，是免疫了，没办法，天天住里面，逼得习惯了。我本来想找林峰哥和赵军哥一起的，可是林峰哥是知青点的队长，他说他搬出去了不好。赵军倒是想搬出去，可是他手头上没什么钱，我这刚买了1辆自行车，手上也没太多钱了。周立伟了然，用余光瞥了一眼躺在炕上的修世杰。你可以再问问其他人。修世杰听着2人的对话，眼神闪了闪。冯知青，你是打算自己建房搬出去住吗？冯绍明虽然不喜欢这个嚣张跋扈的人，但还是如实地点点头。修世杰看了周立伟一眼，见他没什么反应，就对冯绍明换了一副笑脸。冯知青，你看我跟你们一起行吗？冯绍明本能的想拒绝，他不想跟这个二世祖住一起。修世杰似是看出他的想法，也不等他继续说下去，就打断道：到时候修房子时多修2个房间，我要1个人住1间，不会跟你们住一块。冯绍明纠结，他还是不想答应。不过要是不答应，找其他人的话，这盖房要自己出钱，其他人不一定愿意。那行吧，到时候修2间房，你1间，我和赵军1间，这样的话你就要出1半的钱，有问题吗？没问题。修世杰很是爽快。冯绍明有点不好意思了，觉得他们有占便宜的嫌疑，于是又道：赵军会做饭，到时候你要是愿意搭伙，可以跟我们一起。好，我会去捡柴的。我看你们还是先跟大队长申请到地后，再商量这些事情吧。2人皆是一愣，然后相视一笑，有点一笑泯恩仇的意思。知青聚餐的这顿晚饭还是比较丰盛的，周立伟带过来的肉和土豆炖在一起，满满的一大盆，还炒了一个豆角，弄了西红柿鸡蛋汤，凉拌了一个黄瓜。等大家吃完，几个女知青去厨房收拾了，其他人都围坐在一起开始聊天。周立伟今天喝了2杯酒，呼噜了一大碗红薯稀饭，这会膀胱处感觉很胀，就起身准备去路边放水。只是刚到转弯处，就听见一个女孩的声音：你说周立伟找我，他在哪儿呢？周立伟顿住脚步，微微蹙眉：我想找谁？
我自己怎么不知道？婷婷，对不起，不是他找你，是我想让你跟我出来的。姐，你为什么要骗我出来？婷婷，我也不想的，我不说是周立伟找你，你不会跟我出来。平时我跟你说话你就爱答不理的，想约出来单独说话更是不可能。今天只好以周立伟的名义叫你出来了。你到底骗我出来做什么？做什么？婷婷，你不会不明白我对你的心意吧？上学那会儿我就喜欢你，是你说我们在上学年纪还小，可现在我们都毕业了。而且下乡的时候你又跟我报名一个地方，我以为咱俩的关系不言而喻，可是自从我们来了乡下，你见到周立伟后就开始对我不冷不热。婷婷，你到底什么意思？我和你什么关系不言而喻？陈家辉，我告诉你，你不要乱说话，我们只是同学和老乡，根本没有其他关系，以前没有，以后更不会有。周立伟隐在黑暗中心里鄙夷，这朱婷婷明显一开始就将人家当备胎了，知道人家喜欢自己，还要跟人家在一个地方插队，给人家希望，又说没关系。婷婷，你怎么这样？你不能这样对我，我那么喜欢你，我对你还不够好吗？我哪点比不上那个周立伟？我们知根知底，相互了解。那周立伟算什么东西？他那人阿谀奉承，一言不合就动粗，一看就是个臭流氓。周立伟动了动手腕，你 TM 的表白就表白，干啥还要拉踩别人？你拉踩别人也就算了，关键还让正主听见了。你都说我爱动粗了，这要是不动粗，好像有点说不过去吧？只是还不等他有动作，就听朱婷婷很是激动的骂道：你才是个臭流氓！你别以为我不知道那天你趁我晕倒的时候对我动手动脚的事，人家周立伟比你这人君子多了，你却对我，你就是个不要脸的臭流氓！陈家辉显然被这通话给气到了。原来我在你眼里就是不要脸的臭流氓。我承认那天我摸了你的腰，那是我把你当我对象，我才情不自禁的。既然你觉得我流氓，那我就流氓给你看，不能让你冤枉了我去。你干什么？陈家辉，你放开我，你放手！周立伟一头黑线，轻咳了2声，这声音就像是静止符一样，所有的声音顿时都停止了。周志清，朱婷婷也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周立伟的出现无疑是救了她，她该感谢。可是如此狼狈的一面被她看到，而且这个时候她却如此的无视和淡漠，让她心里很屈辱和羞愤。有事吗？朱知青，要是没事，就早点回知青点吧。说完，周立伟又迈开步子，慢悠悠地朝知青点走去。周立伟回到知青点，冯绍明拉着他说道：伟哥，你这是到哪里去了？我们都找了你半天了，还以为你一声不吭的回去了。去上了厕所，茅厕有人，就走得有点远了。原来是这样。这边两人才刚说几句话，那边就有女知青咋咋呼呼的尖叫出声。天哪，朱婷婷，你这是怎么了？怎么搞成了这副样子？朱婷婷怎么也没想到，她都小心翼翼的从后门避开大家回到了宿舍，本想收拾一番再出去的，没想到自己刚进屋，那个王玉慧就跟着进来了。更可恶的是，这人居然立马就大呼小叫起来，生怕外面听不见似的。女知青一窝蜂的都回了女宿舍，看见朱婷婷衣衫不整，头发凌乱的样子，大家都怔住了。朱婷婷，你这是跟人钻草垛子了？婷婷啊，你一个女孩子怎么干出这种事？也没听说你处对象，就是处了对象还没结婚，也不应该做这种事啊！朱婷婷愤怒地瞪着王玉慧，双目赤红，恨不得立马上去撕了她那张破嘴。完了，我的名声算是彻底毁了，都怪陈家辉那个混蛋，都是他的错，是他强迫自己的，自己才是受害者。我要告他，让他去坐牢，接受应有的惩罚。只要他去坐牢了，大家就知道自己是受害者，自己是不是还能像以前正常？不可能了，就算陈家辉去坐牢了，自己的名声也是毁了。估计我说自己根本没被玷污，也不会有人信。就算有周立伟作证，等等，周立伟，对，是周立伟，是周立伟对自己行不轨之事，他得对自己负责任。周知青，你怎么能对朱知青做这种事情？你这是对人家女同志耍流氓啊！其他很多知青都一脸鄙夷地看着周立伟，说什么刚才是去地里方便了，原来是去对人家女同志耍流氓了。真没想到这个周立伟看着外貌堂堂，实际是个禽兽不如的家伙。周立伟真是气笑了，他没想到自己一个旁观者，最后会惹得一身骚。朱婷婷，你确定今晚是我对你行的不轨之事？朱婷婷捂着嘴巴，眼泪扑簌簌的往下落，她现在没有退路了，只能一口咬定是周立伟。周知青，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你要是不对我负责，我就没法活了，我就只有死路一条。那你就去死！周立伟十分厌恶地看着他，话也说得咬牙切齿。周立伟的话让朱婷婷很是心慌，她看到了周立伟眼中的厌恶和杀气。他真的就那么讨厌自己，甚至恨自己吗？恨到想让自己去死？周立伟，你 TM 说的是人话吗？你没看到人家朱知青哭得有多伤心吗？是啊，周知青，你伤害了朱知青，不说安慰2句就算了，怎么还能说这么恶毒的话？其他知青虽然没说什么，但也在用眼神讨伐周立伟，觉得他太不应该了。林峰叹了一口气，怎么就出了这样的事？周知青看着也不是会欺负女知青的人。而冯绍明则一脸焦急地站在周立伟身旁。那什么，大家都先冷静一下，
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是不是误会我们不知道，但是朱婷婷刚回来时的那个样子，那一看就跟人……王玉慧这话虽然没说完，但意思已经很明显了，这是坐实了朱婷婷已经被人玷污了。朱婷婷气得发抖，心里真是恨极了王玉慧。他的心思可真是毒啊，是真想将自己往死里逼。我没有，王知青，我明明说的是周知青想对我那样的，但是后面他停下了，我们根本没有真正怎么样，我已经够痛苦和难堪了，你为什么还要添油加醋的说我？有没有也就只有你自己知道。行了，都少说两句。周知青，你也说说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如果这其中真的有误会，说清楚解开误会就行，要是没有，该负责的就得负责。我没有对周知青做过什么，这中间也不存在任何误会，但我知道周知青到底是怎么回事。朱婷婷看着周立伟，眼里满是慌乱和祈求。他是要说出真相了吗？没事，就算他说出来又怎么样？我相信陈家辉如果不想因为流氓罪进去，也是不敢承认的。我可以告诉大家事情的始末，但这之前，我希望大家帮忙将陈家辉、陈知青找回来。众人左顾右盼，在屋里找了一圈，都没有看到陈家辉的身影。伟哥，朱知青是不是没跟你钻草垛子，而是跟陈家辉？周立伟很是赞赏的看了冯绍明一眼，这家伙脑子就是好使。周知青、陈知青回来了，你现在可以说说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吧？周立伟看了陈家辉一眼，此时对方很是狼狈，身上的泥土看得清清楚楚。我之前说了，想去上厕所，发现厕所里有人，就去了外面。我走的有点远，去了自留地，等方便好回来的时候，就听见有2个人在说话。本来我以为是跟我一样出来找地方方便的，还想上前打个招呼来着，谁知他们的对话让我不好意思上前了。他们在说什么让你不好意思上前了？男的说最近想死我了，来了乡下住一起这么多人一点都不方便，现在正好没人，快让我弄弄。此话一出，很多知青都不好意思起来，那些女知青更是个个脸色涨红。女的回，今天人多，会不会有人出来发现？要不还是改天。男的又说，不行，今天喝了2口酒，胀得很，你就让我弄弄，这黑灯瞎火的不会有人来，难道你不想吗？女的又回，我也想，那好吧，你快点，要不然等下他们发现就不好了。然后我就听见有衣服撕坏的刺了声，好像是等不及的样子，接着我就没再往下听了。事情就是这样，我以为他们在谈对象，这样我倒是理解，还觉得很快就能吃上他们的喜糖，只是怎么也没想通朱知青为什么要将这事赖在我头上。众人哗然，更是面红耳赤，他们哪里听过这么露骨的话？陈家辉一脸懵逼地看着周立伟，他说的怎么那么像真的？陈知青，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错？周立伟还不等陈家辉和朱婷婷回神，就直接向陈家辉问道：只要陈家辉承认他说的没错，那么他今天也不算是耍流氓，是他们2个处对象的人情不自禁，毕竟女方也是自愿的，而且只要他承认这一点，他就能顺理成章地娶了朱婷婷。没错，周知青说的没错。朱婷婷崩溃了，不是的，不是这样的，你们说谎，你们2个串通好了说谎。其实我有没有说谎，大家用眼睛就能看得出来。你说是我对你那样了，又是在地里，我身上起码应该沾有泥土才对。经他这样一提醒，众人又重新打量3人。周立伟的身上干干净净，看上去依旧帅气逼人。朱婷婷收拾过，这会儿身上倒是看不出什么痕迹，但是之前她衣衫不整的样子，被所有女知青都看到过的。再看陈家辉，身上满是泥土，里面那件背心还破了。顿时很多人都在默默地脑补那个画面，看朱婷婷的眼神也很不对劲。朱婷婷浑身发抖，不知是气的还是怕的。不是这样的，明明不是这样的。朱婷婷，你还真是，你说让大家说你什么好呢？行了，今天就到这里，大家都散了吧。翌日，朱婷婷和陈家辉钻玉米地，还诬陷周知青想赖上人家的事，在村里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中午吃饭时，云家人都很震惊，云朝辉和云朝阳更是替周立伟气愤。那个朱知青看着柔柔弱弱的，长得也漂亮，没想到还是这样的人。是啊，他怎么能平白无故的冤枉你？也太不像话了。小周啊，你以后一定要小心点，像你这样长得一表人才，工作好，家世也好的小伙子，很多姑娘都会想方设法的要嫁给你，你可得长个心眼，碰到不喜欢的姑娘就离得远远的，让人家赖不上你。周立伟接过菜饼子，咧开嘴露出了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心里也乐开了花。谢谢云婶，我知道了，以后我看见姑娘绝对离得3丈远。饭后，周立伟在家里和云朝阳讨论如何做玩具车的时候，就有2拨人来云家向大队长申请宅基地，一波是冯绍明和修世杰还有赵军他们3个，另一波就是陈家辉和朱婷婷。云松山没有为难他们，宅基地批得很痛快，毕竟知青点的确太拥挤了，能搬出来几个是几个。周立伟则是盯着云秀有点挪不开眼睛。怎么样，周大哥，这2件裙子做的可还行？云秀的俏脸有点微红，这周大哥的眼神也太那啥了。太行了，你做得很好，剩下的不全做成这样的裙子大概需要几天？周大哥，大概要半个月的时间。周立伟微微皱眉，
他是想将衣服带去哈市给齐光荣卖的，要是等半个月，怕是来不及。云秀看见周立伟的表情，抿了抿嘴。周大哥，我一个人做的话，差不多就是要10几天的时间。要是你着急的话，我可以找我小姑帮忙。我的手艺就是跟我小姑学的，她做的比我好，也比我快。那行，你看能不能找小姑也帮帮忙？我给你们每件2块的手工费，但我有一个要求，就是3天之内要将裙子做出来。周大哥，时间上没问题，只是手工费会不会给的太多了？之前不都是1件1块吗？之前1件1块是给朋友帮忙，卖给了他们1个人情，但是这些裙子不一样，我是要拿去哈市那边卖的。我一个朋友在哈市供销社，可以将这些裙子都卖出去，这是长久买卖，以后还要找你们帮忙的，总不能亏待了你们。真的？以后还会有衣服做吗？只要衣服做得好，以后还会继续做，我们可以长期合作。我拿不回来让你做，你可以自己做，也可以找别人做。不过我提个醒，你找别人，手工费倒是不用给那么高，我给你2块1件，你找别人给多少那都是你的事。周大哥，这样会不会不好？你这手工费好像真的给的太高了。给2块手工费的确不低，但如果是给你的话，就不算多。这怎么讲？你看啊，这做衣服我啥也不懂，也只认识你一个会做衣服的，我要做成这事，就只能找你帮忙。你知道，这是我不敢随便找别人帮忙，找你不仅是因为你手艺好，更是你靠得住，所以你以后和小姑找人也要找靠得住的。再说，我1件裙子卖出去大概是6块，这不买来是5毛1尺，1米就1块5，你算算成本多少？加上给你的2块手工费，成本最多也就3块5，我这什么都没做，赚的可不比你少呢。云秀听得目瞪口呆，这样是不是在投机倒把呀？他一个社会好公民，此时心里已经开始在砰砰砰的跳了。周立伟看得好笑，安抚道：放心，这件事只要你不告诉别人，就不会有任何危险。你们找可靠的人做衣服，就说是工厂熟人帮忙找加工的，裙子不需要我们自己销售，都是拿去哈市那边的供销社，很安全的。云秀放心的点点头。不过这也是咱俩之间的秘密，你不可以告诉任何人，不然人家就知道我们赚多少钱了。那周大哥，我先走了，等下我就拿着布去找我小姑。秀儿妹妹，等下一起走吧，我要将你做好的这几套衣服送去公社，我开车顺便带你一起过去，回来的时候也一道回来。2人跟家里打了声招呼，就准备一起去公社。云朝光听说他们要去公社，也吵着要去。周立伟二话没说就笑着将这小子提溜上了车。有这小子在，外人也不会说闲话。云朝光很是兴奋，在车上这里摸摸那里看看，顿时还化身成了10万个为什么。周立伟一边开着车，一边耐心的给这小子解答。周大哥，你咋懂这么多？可真厉害！这是因为我喜欢读书，书读得多，懂得就多，所以你小子以后也要好好学习，等你大了，肯定懂得比我还多。这一刻，云朝光斗志昂扬，甚至在心里暗暗发誓，从今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多读书，争取做一个跟周大哥一样优秀的人。3人到了公社，周立伟将姐弟俩直接送到了云小姑的家里。我大概1个小时后就来接你们，你们姐弟俩不要乱跑，就在小姑家等着。知道了，周大哥。周立伟放心地点点头，开着车去了农机站。他将装有衣服的袋子丢给了张亮。伟哥，这是什么啊？说着也不等周立伟回答，就自顾自地打开布袋，掏出衣服。这是衣服，谁的？给张叔张婶的，也有你的。伟哥，你咋想到给我们送衣服啊？居然还是的确良和樊丽丁的料子。随后就开始换衣服。周立伟眼角抽了抽，好吧，都是男人，没啥好讲究的呀。伟哥，这衣服做得好，尤其是这裤子，穿着很是舒服。张红喜看着也是眼睛一亮，这衣服做得不错。他笑着问道：上次问我要我们的尺码，就是想给我们做衣服啊？我一个朋友裁缝手艺不错，我也要做衣服，顺便也给你们做了一身。要是觉得衣服做得不错，以后做衣服可以找我这个朋友帮忙。谢了伟哥，也替我跟你朋友说声谢谢，改天请他吃饭。这手艺的确不错，以后做衣服就找他帮忙了。要做衣服只管将布料拿来，不过请吃饭就不用了，记得给手工费就行。原来不是免费做的啊！至于手工费给多少，你们看着办就成。反正我一般给的都是1件2块钱。张家父子一脸懵逼。等周立伟离开的时候，就带着张亮临时从供销社买的几块布，准备让云秀给他爷奶外公外婆各做一身。哎呦，这精神的小伙子就是周知青吧？长得可真俊。你要不进屋喝口水再走？不了，小姑，今天还有事要早点回去，改天有空了再上门。那行，改天有空可一定要来啊。周立伟点头，随后驱车离开。到了家，云朝光下了车就去显摆自己坐大车的事情去了。周立伟将今天带回来的布给了云秀。我同事想给他爷奶外公外婆多做身衣服，一共4套8件，这次他们给的是2块钱1件。说着就将16块钱递了过去。周大哥，这也太多了，这给你同事的还是按照以前1块1件做吧。都说了，上次已经让你卖人情了，这2块才是正常价，以后都是这样，你不用有心理负担。裁缝店就是这个价，
云秀偷瞄了周立伟一眼，见他说的真诚，微微点头。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周大哥。大队沈家，沈克星无奈地合上账本，眉头紧锁。怎么样？大队的账有没有动过？账本都是我记的，有没有改动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没发现什么问题。其实也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而是问题都是因为他之前记账时，偶尔会将大队需要支出的钱多记一点，这多出的钱就可以进入他的口袋。桃花，你是不是听云秀那丫头说过，缝纫机不是家里买给她的？说起这个，沈桃花就有点气不顺。是啊，明明缝纫机都放到他房里了，还说不是家里买给他的，只是放他那里而已，有什么了不起的？一台缝纫机而已。桃花，你有没有想过云秀说的是真话？真话？沈桃花有点没反应过来，思索了好一会儿，才道：爹的意思，那缝纫机不是云家的，不是云家的会是谁的？难道是周知青的？桃花，你这样没事多去云家转转，确认一下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周知青的。要真是他的，那这个周知青家里的条件估计比我们想象的更好。接下去要怎么办？不用爹教你了吧？我知道怎么做，您瞧好了，我会让周知青看到我的好。父女俩计划好，沈桃花收拾一番就往云家去了。秀秀，你在家吗？云秀刚和周立伟说好事情，正抱着布料从周立伟屋里出来，就听见了沈桃花的声音，顿时秀眉微蹙，有点不耐烦。这人怎么又来了？桃花姐来找我有事吗？秀秀啊，是这样，上次你不是帮我做了件衬衣吗？我娘都夸你手艺好，将我羡慕的不行。我想着这段时间放假在家也没什么事，就想来跟你也学学怎么做衣服。秀秀，你不会拒绝我的吧？桃花姐，还真是不好意思，我最近很忙，没时间教你做衣服。沈桃花没想到他还真拒绝自己。这样啊，秀秀你忙啥呢？要不要我帮你？不用，我自己就可以。说着就抱着布准备回自己的屋子。桃花姐，我有事要去忙了，今天不能和你玩了，你也早点回去吧。沈桃花看着云秀的背影，转身朝周立伟的屋走去。周知青，我能进来吗？有点事想请教一下你。周立伟二话没说就将自己的房门给关上了，还从里面落了栓。沈桃花的脸色涨红，随即眼泪不受控制的扑簌簌的往下掉，捂着嘴巴转身往院子外跑去。云朝辉怔怔的看着远去的背影，眉头紧锁。桃花她怎么哭了？还是从我家哭着跑走的？家里有谁欺负她了吗？大哥、二哥，你们回来了。小妹从公社回来了。刚回来。云朝辉看着妹妹的笑脸，欲言又止。院子好像就是自家妹子一人，可刚才桃花又是哭着跑出去的，难道是小妹欺负了桃花？可不应该啊，小妹也不是那种会欺负别人的人啊。云秀看出大哥好像有话要说的样子，收敛了一下脸上的笑容。刚才桃花姐来找我了。小妹，桃花来找你有啥事？她来找我说想跟我学缝纫技术，我没答应。没答应就对了，这技术谁会轻易交给别人？再说他想学技术，不应该准备好礼物，去专门找个裁缝师傅拜师学艺吗？干嘛要来找你？云朝辉看向云秀，带点祈求。秀秀，你看能不能有空就教教桃花？我看她好像很想学，你没答应她，她都哭了。大哥，你啥意思啊？你不会不知道当初小姑要小妹跟她学裁缝，我们家都准备了拜师礼，小姑不是也说过，这手艺不能随便交给外人的吗？云朝辉不自在的挠头。那不是桃花也不是外人吗？哥，那沈桃花怎么就不是外人了？云朝辉很想说他以后娶了她，也就是一家人了，不过现在八字还没一撇，他到底是没说出口。大哥，刚才桃花姐哭着跑出去，不是因为我没答应她，而是她想进周大哥的屋里，说什么有事情请教周大哥，人家周大哥没理她，将她关在了门外，她就哭着跑了。这沈桃花也太不要脸了。云朝阳还想着说什么，看到大哥那迅速阴沉下来的脸，还是将要说的话咽了回去。大哥，你自己好好想想吧，你不觉得奇怪吗？以前也没见桃花姐经常往我们家来，自从周大哥借住在我们家后，也就是周大哥在家，她才会来家里，要是周大哥不在家，她是不是从来不来？是啊，大哥，上次他留在我们家吃饭，我们都看出来他一直想往人家周大哥跟前凑。吃饭时明明我们给他留了位子，他却坐在了周大哥的身边，也就周大哥不理他，见他坐在旁边不合适，又起身坐到了小妹旁边去了。云朝辉的脸色很是难看，云朝阳和云秀在一旁担心的看着他。沈桃花这边哭着跑回家，将周立伟的态度告诉了沈立新，父女俩一合计，又有了新的计策。既然周知青这么难接触，那咱们就走迂回路线，先从云朝辉这个憨憨下手。于是从这天起，云朝辉总是时不时就能碰见沈桃花。云大哥，云朝辉浑身一个机灵，咽了咽口水，
桃花，有事吗？云大哥，你这是要去哪里呀？我准备去山上砍柴。正好，我也去山上捡柴，我们一起吧。云大哥，你们家对秀秀可真好，还给她买缝纫机。缝纫机不是我们家的，是周知青的。不过周知青说他暂时用不到，秀秀才缝手艺好，就放他屋了。原本就有猜测的沈桃花，在得到证实的这一刻，心里很是不忿。周知青怎么能将缝纫机给云秀那丫头用？这样啊，那你们家的收音机不会也是周知青的吧？我看你们家还有3辆自行车，记得你们家就1辆的，另外2辆不会都是周知青的吧？云朝辉皱眉，从中听出了异样。原来这几次总是赌自己，就是想打听这些事情啊。如果说这些东西都是自己家的，他会是一副什么样的表情呢？还是会因为这些东西考虑一下跟自己处对象吗？收音机是周知青的，自行车也是他的，其中那辆新的是他帮忙给冯知青带的。沈桃花点点头，继续打听周立伟的情况。云朝辉突然停下脚步，沈桃花一个没注意，差点就撞了上去。云大哥，你干啥啊？怎么突然停下了？沈桃花，你要是想了解周知青，可以亲自去找他问，他自己肯定比我知道的多。还有，男女有别，你要是没打算跟我处对象，以后就不要跟我走这么近了。说完，转身继续朝山上走去。沈桃花愣怔在原地，不可思议地瞪大眼睛看着云朝辉离去的背影。他不是喜欢自己吗？就是这样喜欢的。此时的云朝辉心情差到了极点，看见女的他都觉得厌烦。比如现在，他在山上刚好碰见2个女知青，两人看见一棵野梨树上有几个野梨，就想用木棍敲下来。罗珊珊看见云朝辉，十分高兴地朝他挥手：“这位同志，帮个忙。”云朝辉沉着一张脸，抬眼皮看了他一眼，还不等他将话说完，就大步地走了过去。小杰，这人是谁呀？怎么这么不近人情？邓小杰看着罗珊珊那震惊的样子，有点好笑。他好像是大队长家的大儿子，名字叫云朝辉还是云朝阳，我也搞不清楚。什么人吗？一点都不友好，让帮个忙，居然就这样无视走过，真不像个男人。邓小杰也赞同地点点头，两人又开始蹦跳着用木棍敲果子。走远了的云朝辉回头看了一眼，摇了摇头。女人不仅麻烦，还笨的要死。这根木棍够不着都不知道再换一根长点的，也真是傻的可以。2个女孩还不知道自己被人看扁了，还在吭哧吭哧的轮流跳高。最后2人累得气喘吁吁，也没将果子弄下来，只好暂时放弃，去附近捡柴。等云朝辉背着一捆柴路过这里的时候，下意识地抬头看了一眼，发现那树上的野梨依旧还在，捡起他们之前用过的带钩木棍，轻轻一跃，就将结了野梨的树枝勾了下来。秀秀和小光都喜欢吃野梨，带回去他们肯定高兴。然后背上柴火，拿着带有野梨的树枝，大步离去。刚走过来的罗珊珊目瞪口呆，他咋这么没品，真是岂有此理，气死我了。时间飞逝，周立伟和张亮来到哈市后，将货物交接好后，就直接去了蒋少华的家里。伟哥、亮哥，你们终于来了。你哥在家吗？在的，在的。说完就扯着嗓子就朝屋里大喊：“哥，你快出来，看看谁来了。”齐光荣好像是在厨房做晚饭，抄着锅铲就出来了。哈哈，是立伟和亮子来了，快进屋。今儿我钓了2条大鲢鱼，亲自掌勺，等会儿尝尝我的手艺。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看来我们有口福了。今儿和陈哥去了西郊湖边钓的鱼，等会他们2口子也会过来吃晚饭，正好我们哥几个可以好好喝一杯。行，反正今晚不用开车，就好好陪你们喝2杯。说完，打量了齐光荣2眼。你的伤势怎么样？能喝酒不？放心，基本都好了，没什么大碍，肯定能喝。那陈哥呢？他伤的可是头部。齐光荣一愣，他一高兴将这事忘了。没事，他看咱们喝就成。吃饭时，周立伟和齐光荣还有张亮都有喝酒。陈达看着他们推杯换盏，不停地咽口水。黄珊珊又气又好笑。行了，别愁了，再愁你也不能喝，多吃点鱼，补补脑子。陈达幽怨地看着妻子。媳妇，我没想喝酒。是，知道你不喜欢喝酒，以后都别喝了。哈哈哈，陈哥多吃鱼，齐哥这鱼做的可真是一绝。我哥当年可是在国营饭店跟大师傅学过的，手艺杠杠的。难怪呢，我就说齐哥做的菜怎么这么好吃。